王爷，姑娘是对龙凤胎，女婴体弱，估计活不成，该怎么处置？剁碎了喂狗。为什么？云川，你怎么忍心残害我们的孩子？我多少姐不识子呀！江之月勾搭自己的姐夫，不得好死！新婚当夜，你已非完毕。若不是因为将军府兵权，本王又岂会娶你这残花败柳？腹中还怀了野种，本王岂能容你乱我皇家血脉？结婚之夜没有？难道那个人不是宁云川？怎么会？姐姐，你莫要怪王爷心狠，谁叫你生性放荡不知收敛，还给王爷戴了绿帽子？姐姐莫不是忘了破庙中与人如何欢好？是你塞进我，天了！王爷救我！贱人！一剑刺下。王爷，宫中急召。王爷尽管放心入宫，这里知月会处理好的。你竟敢伤了我的脸，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一双儿女是被怎样折磨致死。把准备好的毒药端上来。不要，孩子，我的孩子！姑娘，这女婴没气了。没用的东西，扔了，将男婴带到我院中继续。孩子，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什么孩子？他不是死于实验室爆炸了吗？还不待他回神，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原来他重生到了同名同姓的将军府嫡女江穗婉身上。从小不习武艺，反而喜欢研习医术，意外救了外出重伤的云王宁云川。圣上赐婚，不曾想大婚之夜被堂妹设计送到郊外破庙，被破了身，又送回新房。婚后宁云川从未对他红过脸，细心呵护他，便把真心交付出去。直到今夜才看透了两人的真面目，却死于非命。整理清了思绪的江穗婉，21世纪的空间也随他而来。我会为你们主仆报仇，安心的去吧。转身抱起被扔在地上面色青紫的女婴，还有呼吸。你们是什么人？救命啊！有哥！姐，找到小世子了。属下等赶到时已晚，小世子已被他们灌了7、8种毒药，危在旦夕。他也是本王的骨肉。根据暗线消息，云王妃怀的是龙凤胎，只是属下等赶到时太晚，云王妃已遇害，就连小郡主也未能幸免。百丈，到天之涯将上侯老头抓来。他是怎么死的？云王妃被剖腹取子，血尽而亡。安排人将云王私自买卖官职、收敛钱财一事捅到父皇面前。明日我要听到整个云王府被烧为灰烬的消息。4年后，这株是龙葵，咦，还有金线莲，这可是素有药王之称的好药，娘亲见了一定高兴。听说了吗？江大将军来信了，说是派人来接姑娘与小小姐去京城呢。白云姐姐，是真的吗？小小姐！嘻嘻，娘亲，看，拿到金线莲了。我之前说过什么？你可曾记得？知道，不许小风儿去高处，会摔了胳膊断了腿的。可不是有娘亲吗？娘亲可是江湖鼎鼎有名的鬼手啊，有娘亲在，小风儿才不怕。娘亲，我们真的要去找外公了吗？小风儿真的好想外公。4年了，是该回去了。1年前，原主父亲江大将军被敌军下毒暗害加偷袭，重伤垂死，被江穗婉机缘巧合救下。江大将军对他一见如故，便将其收为义女。世人皆知云王妃生产之际无意失火被烧死，江穗婉自然不会揭露自己的身份。去收拾东西，明日启程。多一刻，娘亲可不得你。白云绿柳不许帮他。宁云川、江之月，你们准备好还债了。姑娘，莫怕，看来有些人并不想我们回到将军府，照顾好小凤儿。顷刻间，杀人的变成被杀的，仅留2个活口。就在这时，钻出一个小小的身影，跳上了江穗婉的马车。小世子，那不是回城的路，你莫要再乱跑了。紧接着，又是一波刺客悄然现身，将跟在小世子身后的丫鬟婆子尽数斩杀，眼露杀气的逼近马车。这些人还真是阴魂不散，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
嘿，小哥哥，你要去哪儿？外面很危险！放手！我要去找我娘亲。想死的话尽管下来。他手中微微用力，黑金锁缠住死士的脖颈，瞬间脖颈便被勒断。誉王之子的人在马车上，背后的人可是说了，谁能取得誉王之子的人头，赏黄金万两。誉王之子，谁不知道誉王凝眼，权势滔天，宠子如命，为了照顾孩子，甘愿放弃手中兵权。这要是在他们马车上出了事，他们绝对会被誉王切成几百块，死的不要不要的。乔小姐，小凤儿，不要！眼见两个小孩危在旦夕，一支箭矢划破长空而来，是誉王。娘亲，小凤儿，不要看。娘亲，他的心底涌上难以控制的酸涩，仿佛心口也被人捅了一刀般，格外的疼。姑娘，我们快走吧，去将军府避避风头。这也太瘆人了。不去将军府，我们去誉王府。什么？姑娘怎么会想去誉王府？出了这事儿，我们躲都来不及。今日之事纷杂难辨，且不说先前那波刺客，小世子从我们马车中被掳走也难辞其咎。躲着，难道誉王就不会迁怒了吗？何必要再连累一个将军府？白云绿柳，我在京都东郊有处院子，进城后你们到那儿等我，照顾好小凤儿。娘亲，你要救那个冒失鬼，不倒霉鬼吗？我要和娘亲在一起。小凤儿难道不相信娘亲吗？娘亲可是鬼手神医呢，不会有事的。你要听白云绿柳姐姐的话，等娘亲回家，我们再一起去找外公。我才不要离开娘亲呢。誉王府，王爷这是何意？我儿活，你们活；我儿死，你们亦死。不是我们不救，许世子情况危急，若不拔剑，只会越来越严重。若是拔剑，性命也不一定能保。况且怪医大人并不主张拔刀。许世子积毒未清，一向体弱，本就损了心脉，此次受伤更是离心脉极近，贸然拔剑只会让他更危险。阿许正在受折磨，你们也休想好过。启禀王爷，府外有位女子求见，说亲眼见到世子受伤经过，有办法救世子。不见。娘亲，本王还未去寻你麻烦，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本王不知马车上你如何蛊惑阿许他，他既然唤你一声娘亲，你便要担得起母子同体、一允俱损的责任。这什么混蛋逻辑？带我去世子，我能就要再耽搁下去，反而会害得他身中剧毒，死行不下去。3根银针同时朝宁眼手上的穴道扎去，宁眼只感觉手腕微麻。我不是奸细，也不是刺客，小世子的毒是我看出来，为他素昧平生，不会害他。我不仅可以拔剑，还能替他解毒。你有没有听过鬼手神医？我就是。你以为本王会信？休想！你个多疑的疯子，你会害了小世子的。他隐隐生出一旦小世子死了，他会后悔莫及的感觉。你在做什么？小团子受到惊吓，啪嗒一声从墙头摔了下来。听他们说你把我娘亲关起来了，她是来给小岛哥哥治伤的。娘亲医术很厉害的，你听说过鬼手吗？大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娘亲曾在云中帮一个怀孕8年未产的阿婶做剖腹手术，里面的根本不是孩子，而是一个肉瘤，这么大。那个阿婶现在还好好的，不信你可以调查。我娘亲腹部受过很严重的伤，也是她给缝合的，还有我中的毒也是娘亲解的。你中过毒？是啊，娘亲说我运气不好，刚出生就被坏人。哎呀，你要带我去哪儿？让上侯给他诊脉，看是否中过毒。如果这对母女胆敢骗我，爷，情况是那小娃娃虽有余毒，却2年没发作过了，你快将他娘亲放出来。小姑娘的毒也蹊跷，竟与世子的毒一模一样，中毒时间也与世子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许世子每3月毒发一次，小姑娘却2年未发作。你的腿，你是装的？你又发什么疯？你儿子正在生死关头，你却有时间想这些龌龊的事？你还配不配做一个父亲？看清他白皙平坦小腹上的疤痕，的确有被缝合的痕迹，又往姜穗丸脸
脸上摸去，左扯扯右拧拧，确定不是人皮面具，刚要收手，便被身上的人满目凶狠地咬住。说你是谁？处心积虑来誉王府有何目的？这张脸不是假的，负责暗线的白杨见过那个女人，如果是，我怎么没认出？那个女人4年前已经死了，同样的毒，同样的中毒时间，不是巧合就是处心积虑。又来了，这个男人真是该死的喜怒无常！我要真有害人之心，就应该放任不管，让你儿子死了，天涯海角。你以为你当真那么容易能找到我？本王姑且信你一次，说阿旭有事，第一个死的是你女儿。别动我女儿，你伤她1分，必定还你10分。白茶，带她给阿旭医治。我为许世子拔剑时，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说的是任何人，包括你。从黑蛇镯空间里掏出各种医用器材，开始给宁许做手术。江姑娘，我家世子可是没事了。上面有剂量与服用方法，该注意的我都标注了，记得按时服用。晕倒的江穗婉已被来人搂在了怀中。爷，你受伤了，属下这就去宫中请女医。别走，别动！你为何要来誉王府？有什么目的？让我看看你抹的药。大胆！我乃女医医手，你在质疑什么？若不是誉王，你以为凭什么能请到我？你大胆！你可知我家小姐什么身份？她给你医治是你莫大的福分，你就这般不识好歹，还扔了她的药。娘亲，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哪里来的野娃娃？你们为何要毒害我娘亲？瓷瓶里的药只会让她伤口溃烂越来越严重。胡说八道什么呢？一个小娃娃懂什么？不是有人教唆你的？誉王，我家小姐身为国公府嫡女，身份何等高贵，岂是旁人能随便冤枉的？人是你请到府中的，受了委屈，你可得给个交代。你答应过我不会让人欺负娘亲的，不止你欺负的，连别人都在欺负的，大坏蛋！知不知道那女人给他上的药添了扶阳花，里面还有血之后，扶阳花会让伤口溃烂，之后会让伤口大出血，他安的什么心？够了没有？王爷，我想可能有什么误会，什么扶阳花、血之后，我从未听说过。小凤儿从小跟着我打理药铺，她所认识的草药能写一本书。你不要说你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誉王若是不信，大可请冠衣上侯前来鉴别。宋蓉蓉身边的嬷嬷便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医女宋蓉蓉尖叫一声，晕了过去。白月，将人送回国公府，女医院她也不必回。江穗婉及时捂住了小团子的眼睛，没有让他看到这一幕。这般喜怒无常的人，还是远离的好。王爷不必再请医，民女只怕是无福消受。还有，请王爷收敛一些，我女儿胆子小，经不起吓。你确定？还请誉王派人将这儿打扫干净。这几日我会按时替小世子换药，待他痊愈，我自会带着小凤儿离开。你这样看他，本王会以为你对他有意思，又或者孩子是他的。如果我说恨不得拆其骨饮其血，王爷恐怕也不会信。有事。听闻皇兄府上来了位妙手神医，皇帝想请他为知月诊治。他很忙，阿旭离不开人。我很贵，云王出得起诊金吗？笑话，你尽管诊治便是，本王会付不起诊金吗？那好，云王可知请我诊治需提前预约，100两黄金可提前半月预约。你要我现在上门也行，违约金10倍，药费自理，治不好不退。大胆！不敢，就连誉王殿下都要遵守我的规矩，付了10倍违约金。云王若是没钱，也可以先提前预约，10日后再上门也可。放肆！今日你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本王府上的女医，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你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庸医罢，不值得本王动肝火。月儿，我为你找鬼手神医来。你得意什么？治不好宁许，本王定上奏父皇，摘你的脑袋。阿旭如何，便不劳你费心了，滚吧。啊，娘亲。许世子，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娘亲。不怕，你和父王成亲，成了亲就是我娘亲了。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你乖乖听话。把伤养好了，我……娘亲是不是觉得父王很冷漠？不是这样的，他人其实很好的。闹够了没有？你受伤了，怎么不让人处理？不是有你在吗？这是何物？我自己研究的特效药，你要是怕有毒就别吃，反正伤口感染死的人又不是我。你做什么？与本王成亲，做阿旭的娘亲。本王府中没有侧妃侍妾，你就是唯一的女主人。府事会有管家协助，甚至本王可以养你的孩子，给他京都最优质的一切教育物质，只要你当阿旭的娘亲。
他把婚姻当做了什么可以轻易交易的物件？你笑什么？我的条件还不够优越吗？誉王殿下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恩赐？我应该3跪9拜，感激涕零的接受，是不是？誉王殿下只是想给许世子找个娘亲，只要你放话出去，大把的人挤得头破血流也要往上扑，何必盯上我呢？如果我的夫君不是真心爱我的话，那我宁可不要。这狗男人一向喜怒不定，该不会被拒后恼羞成怒？滚吧，别让本王再见到你。倘若你敢对阿虚耍什么花样，本王会让你活着比死还难。江姑娘，这是你的枕巾，王爷让我交给你。喂，大个子，告诉大坏蛋，下次来我们是要加价。可话未说完，便被江穗婉及时捂住。这要是让内尊煞神听见，还得了？宁许便是宁眼的逆鳞。王爷，恕我直言，那个小丫头所中的毒与世子的毒一模一样。她在府中几天，从未见到发作，说不定他们真的有办法。你为何会放他们走？他会回来的，本王会让他心甘情愿的回来。既然我儿子已认你为义女，你们便是姐妹。你有一身好医术，为何不肯替你妹妹医治？她的脸前几年被奸人暗害，久治不愈，便该一荣俱荣。好一个浑水捞鱼的老太太，想要白嫖我的医术，也要看你有没有能耐。老夫人不知，百言母女2人能在这世道生存已是不易，幸得上天善待，有幸习得一身医术，又蒙大将军青睐，收为义女，本该感恩戴德。只是云王妃的脸所需的药材并非凡俗之物，想要痊愈非其不可，偏偏此物千金难买，万金难得。你胡说！一世子心口的剑无人敢拔，偏偏被你拔了下来，还安然无恙，分明是你不想给我治脸。你说你要什么药材，我让人去找便是。浮生花。江之月莫名噎了半晌。浮生花的大名在京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说能活死人肉白骨。你都没有看过我的脸，怎么知晓一定要用浮生花？不会是你信口胡诌的吧？江之月蠢归蠢，还真让我蒙对了。他是有浮生花，而且有成千上万的浮生花都种在他的空间里。浮生花虽有奇效，经过他空间培育出来的更是绝佳。他前段时间推出千金难求的美容祛疤膏，便有浮生花成分。只可惜云王没能拿出10万两，江之月无福消受。行，那我便替云王妃看看，还请云王妃伸手，这就为你诊脉。如何？一向八卦嘴快的城阳侯夫人率先问道。这恕百言不敢说。不怕，诊出什么说什么，本夫人给你担着。还真是我想杀人，便有人给我递刀子。云王妃体内毒素积压，脉象单薄无力，体寒气弱，是不孕之脉。不孕的事，江之月是知道的。他一直苦心孤诣地瞒着宁云川，没想到今日会在这里被揭穿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不想替你妹妹治脸就直说，何苦这般恶毒的诬陷？是我儿无眼，竟领回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云王妃这些年为治脸，请了不少名医，想必也用了不少偏方。是药3分毒，有相容自然也有相冲。老夫人若是不信，大可请宫中太医来。想让他背锅，保全他孙女的云王妃之名，痴心妄想。哪来的小蹄子，管不住自己的嘴，坏了我孙女的好事，你也活不了。来人，将她带去暗室。老夫人，我若是你，绝不会忙着如何折磨人，而是想着如何面对贵妃娘娘的质问责怪。毕竟你孙女可是占着人家儿子王妃的名分。直气的老夫人骂骂咧咧，一口气儿没上来，撅了过去。江之月的王妃梦就此终结，而他的复仇才刚刚开始。王爷，扰人清梦是不道德的。太后若有事，你也活不了。王爷说过让我滚，不想再见到我。事急从权。这该死的皇权，你做什么？誉王殿下，你别忘了，我是要去给太后治病。不会耽搁，来得及。你若动我一下，我会让太后陪我一起死。你想死吗？比起屈辱，媚女更愿意清清白白的死去。那你女儿的死活呢？媚女既然死了，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倘若她也没了命也挺好，黄泉路上马上就可以做母女，也好受人些威胁。真冷血。彼此彼此。你究竟是谁？那夜的女人胸前有一株并蒂双开的鸢尾花胎记，眼前的这个女人胸上什么也没有，她已经死了，她还在执着什么呢？4年前你出现在京都，离开时一路北下，被人相救，最后定居在百草谷，成了天机老人的传承。你不是江百言。就算如此，王爷想说什么呢？又或者王爷想证明什么？
誉王殿下，你放手，我自己可以走。太后吉人天下，不会有事。便被眼前的男人打横抱起，施展轻功，漫步夜空。几个呼吸间，宁衍便抱着他冲进了太后寝宫。雅儿，你这是？他是大夫，许儿心口的剑，太医都不敢动，就是他拔的。民女江百言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能治太后的病，那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能有这么大的能耐？皇祖母病重，父皇与其疑心者，不如让他诊脉，能治不能治，自会知晓。陛下，太后娘娘醒了，药根本吃不进去。刚刚臣的确亲眼见太后娘娘服药的，并未吐。你还要再耽搁吗？他若救不了祖母，我把脑袋给你。进去给太后看病。民女来得及，医药箱落在了府中，劳烦誉王殿下跑一趟。你这是什么东西？麻烦陛下出去等候，民女正在为太后检查身体，不容打扰。而且这里是内室，陛下在这儿都有便，民女需要安静。如果被打扰，民女并不保证能治好太后。如果太后有恙，民女死不足惜。太后是盲肠炎，与阑尾炎极为相似，需要动手术。皇帝眼神复杂的转身离开了内室。你想做什么？你再用力点，废了我这只手，太后娘娘就真的没救了。是想毁掉我的手，还是想要救太后娘娘？你自己看着办。现在我要给太后动手术，救活她。这个过程中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所以我希望王爷您可以去外面等。对了，最好是守好大门，说是有人进来打扰了我拿手术刀的手，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负责。宁衍简直是要被江穗婉气笑了，他发现这个女人真的是越来越得寸进尺，竟然让他去替她看守大门。很好，你最好把人救活了，否则你的女儿一定会下去陪你的。放心吧，太后娘娘已经没有大碍了，再过半个时辰就能醒。我现在太累了，想回去休息。等等吧，誉王殿下，你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的医术，你可以另请高明。该死的权，该死的誉王，没问过我的意见就把我带来，我辛辛苦苦救人，最后还要被怀疑，越想越气人。他只能找个位置打盹儿。好在太后醒得快，他没受多少罪，就回家休息。姑娘，不好了，小小姐她被慢慢说，小福儿怎么了？小小姐被云王妃扣下了，云王妃疯魔般的管小小姐叫您的本名，还因此差点失手杀了小小姐。江百言，怎么，今日老夫人不在，你是过来威胁我给你治不孕不育的吗？只可惜我能治，却不会给你治。江百言，你不要太嚣张了，不过只是个养女罢了。在这将军府里，我要你3更死，你绝活不过5更。还有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也会跟着你陪葬。江之月，胆敢动我女儿，我会叫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江百言，别忘了你女儿还在我手上，你若是杀了我，哪有活不成？你可以滚了。若是小凤儿有什么闪失，我就要你向上人头来偿。江百言，你交出药，我就会还你女儿。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姑娘，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没有保护好小小姐。这件事不怪你，你不用太自责了。你待在家里，我出去一趟。姑娘，你打算怎么做？听闻大理寺卿断案公正，童年又被人拐走，过得极其悲惨，想必对人贩子更是深恶痛绝。江穗婉倒要好好欣赏他这一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戏。堂下何人？有何冤情？为何要击鸣冤谷？小女名为江百言，是江将军的义女。前不久才刚回到家中，却不曾想家中堂姐不待见小女，私自把小女的女儿强行掳走。抹了抹强行挤出来的眼泪。小女曾去找堂姐，想要接回女儿，可堂姐不仅不把孩子还给我，反而把我打了一顿。大人，小女孤身一人来到京都，唯一的亲人也不在，我只能来麻烦大人你了。实在是堂姐这种做法，将军豪夺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江百言，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一切属实？小女子赶来击鼓申冤，自然是有证据的。这是小女的侍女白云，当时她就在场，亲眼见证了一切。白云一副老实人的模样，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出来。走吧，本官随你走一趟。不过江百言，你可要想好了，欺骗本官、破坏公堂秩序是什么罪名？若本官陪你走这一趟，找不到你的女儿，那就休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了。小女子所言句句属实，不敢欺瞒大人。他已经让绿柳提前行动了，想来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人了。他们此时赶过去刚刚好。
下官参见云王妃。秦大人这是做什么？可是府里有什么违法乱纪之人？若真是府中有这种人，秦大人不必有什么顾忌，直接把人带走了就好，不用特意过来跟我说一声的。云王妃，今日下官是来找你的。江小姐报案，说是王妃你掳走了她的女儿，可有这么一回事？秦大人真会开玩笑，我身为云王妃要什么有什么，抢一个义女的孩子做什么？秦大人不要什么人的话都随便听，做事要讲究证据。你无凭无据的跑过来质问我，是对我不满，还是对云王殿下不满？下官不敢，只不过江小姐报案，我们总要替她查上那么一回，这是下官的职责所在，还请云王妃见谅。江小姐，你说来到府上就能看到你的女儿，此刻人在哪儿？按照他们之前的计划，绿柳应该已经找到人了，此时并未出现，想来是出了什么变故。看样子是江小姐你在欺骗我，是这样吗？她没有欺骗你们，她说的话句句属实。下官参见誉王殿下。秦霜，你做这个大理寺卿也有很多年，一直公办事，铁面无私，怎么这次变得这么愚蠢？殿下的意思是？本王有什么意思？不过就是在来的路上见到有人绑架了一个小姑娘，顺手把人救了。娘亲，快救救我！小凤儿别怕，没事，娘会保护你，没事的。眼下小凤儿平安回来，不管承不承认，她都欠宁琰一个恩情。江之月，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云王妃，你应该知道，我秦霜向来是说一不二之，你强抢孩童本就违法，欺骗朝廷命官在后，更是罪加一等，下官只能把你带走了。江之月恐慌刚出现，就被他压制了下去。秦大人，这孩童是誉王殿下带来的，又不是在我府上找到的，你的这个罪名跟我有什么关系？秦大人，外面都传你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官，不畏强权，敢作敢为，怎么今天你要打破这一传闻？因为害怕誉王，所以准备拿我当替罪羊？早就知道堂姐你脸皮厚，却不曾想厚到连撒谎也不会脸红一下。秦大人，你无凭无据抓我，那就是藐视皇权，是要被株连九族的，你可要想好了再说话。坏女人，就是你把我抓走的，你还用针扎我，不让我吃饭，你是个坏女人，超级大坏蛋。他用针扎你哪里了？手指，他用扎小凤儿的手指。娘亲，小凤儿好疼的，疼的都哭了。可那个坏女人就是不肯放过小凤儿，小凤儿好害怕。十指连心，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也能想到那是多大的痛苦。江之月，你该死！放开，我要杀了他！可是宁琰的大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他只好转头看着宁琰，眼神冰冷。这么便宜就让他死了，你甘心吗？是啊，现在就杀了江之月的话，他少受了太多痛苦，怎么都不划算。白玉，奶娘，这一切都是云王妃让我做，我是无辜，放过我。江姑娘的孩子是她传来，也是她折磨的，和我无关啊。奶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听到江之月的声音，老嬷嬷吓得一个机灵，睁开眼见到他之后，更是吓得直接晕了过去。江之月，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是你的奶娘，难不成她还能故意诬陷你？秦霜，我是云王妃，就算我真的带走了江百言的女儿，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真敢把我抓进大牢里面关着吗？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是云王妃又如何？犯了罪，我就敢缉拿你。来人，带走！大胆！我是云王妃，万金之躯，岂是你们这些低贱的人可以碰的？秦霜，不要不识抬举了，你知道带走我的代价是什么吗？江百言，你找来秦霜又如何？我是云王妃，谁敢动我？白玉，属下明白。誉王，我素来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江之月一直以为自己和誉王无冤无仇，实际上两人早已结仇，从4年前开始就已经是水火不容的仇家。誉王，江姑娘，下官就先行告退了。小凤儿，你记不记得娘亲跟你说过的话？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你一手造成，明白吗？娘亲，小凤儿知道错了，我只是想替你出口气，那个坏女人欺负你，不是嘴巴上说错了就可以的。今天的事情多危险，她若是丧心病狂杀了你，你要娘亲该怎么办？下次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乖乖跟绿柳姐姐去别庄，
你们在救小凤儿的时候，可有看到我身边的婢女？伤得很重，被白茶带回去了。你可以去看看。我今天帮了你的忙，若是想报答我，便和我成亲，做阿雪的娘亲。这个男人脑子是有坑还是有病呀？我不是已经明确告诉过他不会嫁给他了吗？誉王殿下，你今日帮了我，我的确是很感激你。不过我还是之前的那番话，我的夫君若不是真心喜欢我，我是不会随便将就的。我宁愿一辈子不成亲。嫁给本王，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过是想给阿雪名正言顺的找个娘，不会过多干涉你的生活。誉王殿下，那我和你成亲后遇到了喜欢的人，是不是还能和他在一起呢？不知廉耻！誉王殿下，你要是再敢动一下，不敢保证这匕首会不会刺伤你。这匕首是我随便拿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剧毒，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江白岩，我对你是越来越有兴趣了。你从哪儿得到的匕首？和你有什么关系？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不要想着对我撒谎。我问你，自然是知道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想知道就自己去查呀。你那么厉害，问我做什么？疯子！这个称呼我很喜欢。誉王殿下，你很闲吗？你想对付云王妃？是又如何？怎么，誉王殿下与云王妃有救，不忍心我对付他？的确是有些救，只是不希望你让他死得太痛快而已。江白岩，本王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不过好心提醒你一句，云王妃好对付，但宫里的贵妃不好对付，她身后的势力不是你能够撼动。那就不劳烦誉王殿下你操心了，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是吗？那今天是你失误了。是殿下你多管闲事了，就算没有你，我依旧能处理好这件事，别太自作多情了。不识抬举。娘亲，你是来看我的吗？小世子，你先放手，我过来是找你父王有些事情要说的。我有一个婢女被……娘亲不是特意来看我的吗？没关系，娘亲来看父王，我也很高兴。娘亲你过来，我带你去找父王。宁许总是让他觉得特别的心疼，他没办法忽视宁许的存在。父王，娘亲来看你了。宁琰还在生气之前的事情，看了他一眼之后不理会他。娘亲，你是不是和父王吵架了？你放心吧，父王这个人最好哄了，他喜欢吃五芳斋的桂花糕，你偷偷买给他，他肯定会非常高兴的。江穗婉有些想笑，一个冷血无情、杀伐果断的人，居然喜欢吃那种甜腻腻的糕点。为了防止宁许再爆料出来自己的喜好，宁琰只好出言打断他。何事？我来找绿柳，我带她回去吧，就不麻烦誉王殿下了。娘亲，你才刚来就要走吗？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小世子，你怎么了？娘亲，阿雪好疼，丫头陪陪我好不好？直接晕了过去。宁许突然毒发，吓到了在场的所有人。我来，去外面等着。阿雪就交给你了，她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母女就下去陪她吧。江穗婉懒得和他计较那么多，认真给宁许检查一番之后，江穗婉才发现宁许中毒太深，毒素已经深入骨髓，想要彻底根治的话，宁许必须要吃些苦头。阿雪怎么样了？放心吧，已经稳定下来，他不会再疼。誉王殿下，我可以问一下，小世子今天都吃了一些什么吗？一听这话，就知道宁许突然毒发是有隐情的。你是说？没错，我就是那个意思。给小世子治病的时候，我控制过他体内的毒素，现在不应该发作才对。王爷，是老奴对不起你，王爷，是老奴对不起你，对不起小世子，这一切都是云王让老奴做的。老奴有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嗜赌如命，欠了云王很多钱，被云王抓走，老奴被他们威胁，不得不乖乖听话。求王爷看在老奴这么多年的情分上，让老奴死个痛快。的确该死。嬷嬷瞬间毙命。你能不能救他？能，不过小世子毒入骨髓，想要彻底根治，这个过程中他会吃很多苦。这次嬷嬷给他吃的毒虫青椒，导致他体内的毒素全部被引发。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小世子体内至少有10种毒药。誉王殿下，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你说你那么厉害的人，怎么会让小世子中这么多毒？怎么会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那你还是神医呢，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中毒？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根除她体内的毒素。那不是意料之外吗？谁知道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动手？他刚刚差点就把自己的事情说漏嘴，若真说漏嘴了，以宁琰的能力肯定会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看来他以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他的孩子也是在刚出生时就被人下药的吗？殿下，小世子的毒想要解的话，差一味药引，和小凤儿是一样的。没有药引，我没办法让他痊愈。不过我会先控制他体内的毒素，不会让他再次经历毒发的痛苦。需要什么？你说，我去找。
鹤顶红，毒药自然不是了。若是普通的鹤顶红，我自己都会配置，怎么可能找不到？我说的鹤顶红是仙鹤头顶的红流，传说在天仙的天池中生活着一种全身洁白的仙鹤，这种仙鹤头顶的红流可解世间所有的毒，只要找到了，就不愁解不了他们体内的剧毒。救活他！怎么说也是你求我给小世子治病，能不能有点求人的态度？我不欠你什么。求你救救他！看着在自己面前低下头的宁琰，江穗婉觉得胸口堵得厉害。我会控制他体内的毒素的，不过彻底根治还是得找到鹤顶红，否则我也没有办法。今天就先这样，我先走了，明天我会过来为他排毒，你做好心理准备，过程会有一些痛苦，别到时候你又黑着一张脸吓人。真有这种鹤顶红吗？他说有就一定有，派人去找，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说是有人阻止，杀无赦。属下明白了，属下这就去。阿雪放心，伤害过你的人，父王会让他们生不如死，你可一定要坚持活着。你喜欢江百言，那父王就想办法让他做你的娘亲，只要你乖乖听话。扫把星，真是个扫把星！我儿怎么会收养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自己的堂姐送进大牢，你还是人吗？对得起你义父吗？老夫人，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了！把云王妃送进大牢的可不是我，不是你还有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你堂姐嫁得好，想方设法的把她拖下水，你怎么这么狠心？对呀，江姑娘，外面的人都在说，是因为你嫉妒自己的堂姐嫁得好，所以故意设计陷害她的。真是这样吗？看着程阳侯夫人八卦的眼神，江穗婉就觉得头疼极了。夫人明鉴，百言怎么可能是这种狼心狗肺之人？这一切不过是堂姐咎由自取，她不能因为自己无法受孕就抢我的孩子的。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堂姐好，皇室血脉不容出错。堂姐今天会抢我的孩子，谁知道她以后会不会抢其他人的孩子呢？堂姐不能受孕是事实，万一以后她为死疯魔，偷抢别人的孩子当作是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那岂不是玷污了皇室血脉？闭嘴！你给我闭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江百言，你怎么这么狠心？你这是要让你堂姐万劫不复啊！看着程阳侯夫人一脸我明白了的样子，江穗婉就知道她的计划已经成功了，要不了几天，这件事就会被传得人尽皆知。起床气这么大的，哼，受委屈了。他好心来看他，他呢竟然想要他的命。誉王殿下这是什么怪癖？女子的规格随便进，把我当成什么了？自然是当成本王的王妃了。本王取自己王妃的规格，谁敢多说一个字，本王就割了他的舌头。神经，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还是纠缠不休呢？誉王殿下，我说过不会嫁给你，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你少打我的主意了。是吗？可本王想要的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不信你可以试试。誉王是皇帝的儿子，是除了皇帝之外官最大的人，他要是真想强娶自己，有的是办法。随便你吧，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可是小世子又出什么变故了？阿雪很好，也就是说他纯属是过来扰人清梦的。若不是打不过，江穗婉此刻真的想把宁言狠狠揍一顿。誉王殿下，我真的很累，你若没事儿，请不要消遣我玩。见江穗婉对自己的态度变得疏远起来，宁言反思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并没有错呀。看在江百言是阿许救命恩人的份上，听到他被将军府老夫人气晕，好心过来看一眼罢了，不识好人心。宁言也生气，拂袖离去，头也不回。江穗婉一脸懵，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又惹这一尊大佛生气了。神经病吧？他是真的越来越觉得宁言是个神经病了，神经兮兮的跑过来和他打了一架之后，又气冲冲的离开，明显是个问题少年。太高了吧，这么高，要是掉下去肯定会死掉的。白云担心孩子摔下来，本来想出面的，不过被宁言阻止了。他倒要看看这小丫头想做些什么。小凤儿在高墙之上四处寻找，一不小心惨叫连连地摔了下去。宁言像是弹力十足的球，直接飞过去把人接在怀里。小东西，你跑来这里做什么？你娘亲呢？叔叔，是你呀，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原本是想来找小哥哥的，我有事想请他帮忙。阿许不明白一个小孩子能帮什么忙，看到你不用找小哥哥帮忙也可以啦。叔叔，你是我娘亲的朋友吧？我娘亲说过了，朋友之间是要相互帮助的。你是我娘亲的朋友，如今我娘亲遇到了危险，你一定会帮助她的，对不对？宁眼发现除了宁许之外，这小丫头也能让她有欢喜的情绪产
产生。你娘亲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会遇上危险？叔叔，我没有骗你，我听白云姐姐说了，娘亲被宫里的人带走了。我虽然不知道宫里是什么地方，但听白云姐姐的口气，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你陪小哥哥在家里玩，我去救你娘亲。民女江百言参见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万安。起来吧。看来还真的是一场鸿门宴没错了。听说你医术不错，救了誉王小世子一命，虽与誉王走得十分亲近。民女的确是有些医术在身，救小世子也不过是尽绵薄之力罢了。至于誉王，与民女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民女自当与之保持距离。江姑娘，你是江大将军的义女，自然就是知月的妹妹，为何要让自己的姐姐经历一场牢狱之灾？你应该知道知月是本宫的儿媳，你这么做是想和本宫作对？娘娘有所不知，民女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堂姐她抢走了我的孩子，我去讨要，却被她狠狠打了一顿。娘娘，你也是做母亲的人，知道身为一个母亲有多在乎自己的孩子。民女知道堂姐是皇家媳妇，可一个母亲若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好，那也没资格做一个母亲。众所周知，胡贵妃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小的时候为了争宠，她不惜利用自己的孩子，为了让皇帝过来，不惜让宁云川去雪地里冻着，直到感冒发烧才会让他停下来。就算如此，那你给他一个教训即可，不至于下那么狠的手。这娘娘可冤枉民女了，拐卖儿童本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现在外界都在传堂姐没有自己的孩子，想霸占他人孩子，这事要是真的做了，那可是会让皇室血脉变得不干净。这种罪名我想任何人都不想承担吧。贵妃娘娘，如果是为了堂姐的事情你要怪罪于我，那民女无话可说。民女只知道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什么。江百言，休要对贵妃娘娘不敬，就你这态度足够凌迟处死。笑话，就算是贵妃也不能随意伤人性命，难不成你们家贵妃比皇帝还大，大到可以随意拿捏他人生死？还真是牙尖嘴利。多谢娘娘夸奖，娘娘若是没有其他事情，民女可就要告退了。江百言，这里毕竟是皇宫，本宫想让你出不去有的是理由。在这宫里每年都会死很多人，那些人的死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宫里可是一个会吃人的地方，你就不怕得罪本宫吗？哈，不过民女也不是毫无准备，若是民女没有完好无损的走出去，那么我相信会有人给贵妃你准备一份大礼。他们百草谷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你在威胁本宫？不敢。好嚣张的女娃娃，就是你义父在这里也不敢对本宫这么说话，本宫倒要看看你能给本宫准备什么大礼。来人！贵妃还真是好大的脾气啊，把本王的人请来，又冤枉本王的人是刺客，怎么你这是对本王不满，所以故意拿本王身边的人出气？誉王这是什么意思？是在威胁本宫吗？宁言走到江穗婉面前，你没事吧？没事，第一次见识到贵妃娘娘的气度，有些被吓到了。没想到皇宫中的人才是忤逆陛下最多的，随意决定他人生死，一点都没把当今圣上放在眼里。是啊，贵妃大权在握，的确是不用在意陛下的，说不一定她就想坐高位之上。两人一唱一和，给贵妃安上了要谋权造反的罪名。誉王，听你的意思，今天为了这个医女，不惜与我翻脸了。看来本王这段时间脾气太好，让贵妃你产生了什么错觉。本王说过了，她是本王的人，你没经过本王同意私自带她进宫，还想要她的命，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说法，还是说你是杀鸡儆猴，实际上想弄死的是我？贵妃是做梦都想，可惜不敢承认。这是江大将军的义女，何时又成了你誉王殿下的人？你是不是有些霸道了？你今天才知道本王霸道的。说吧，这件事你要怎么做？是给本王的人道歉，让本王带他走，还是说要用另外的方法解决这件事？宁言，你疯了吧？让我母妃给一个小小的医女道歉，你是没睡醒吗？看来你这2天在大牢里过得不怎么好，憔悴极了。你还有脸说这一切都是谁害的？江百言，这件事没完，我不会放过你，你最好祈祷自己不要落到我的手上，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的。能瞒着本王把人捞出来，看来胡贵妃你动用了娘家的势力。不过本王有些好奇，一只不会下蛋的鸡，值得让你如此大动干戈？江之月气得咬牙切齿，要不是怕江之月的事情影响到宁云川以后的夺嫡，他才懒得管江之月的死活。
宁烨，你嘴巴放干净点，我母妃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请你尊重一点她。宁云川，你出门带脑子了吗？他是谁的长辈？江穗婉也觉得宁云川脑子有病，一个连皇帝都不尊重的人会尊重一个贵妃，开什么玩笑？你贵妃娘娘，说是没事的话，民女就先离开了。想走可以，但是你要出去证明月儿的清白。我知道之前的那些流言是你传出去的，你现在出去更正这一切，我就不追究你的罪名。白言，我知道你不甘心只当个义女，可是我已经出嫁，不能影响你在将军府的地位，你实在是没有必要针对我，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抱歉，那些流言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不能帮你们证明什么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不过我觉得流言也不是不对，江之月抢孩子是事实，不能生也是事实。云王殿下想要不被别人嘲讽，大不了休妻。虽说云王这些年纵欲过度，受孕很难，但只要找个能生的王妃，多努力努力，说不定还是能怀上的。若是一直和江之月在一起，那就真的是没有丝毫怀上的可能了。放肆！周王爷岂容你随意讨论，随意羞辱？江百言，你好大的胆子！皇亲国戚，你一个小小的百姓也敢肆意妄论，也太嚣张了！今日本宫就要替皇上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家威严。贵妃是忘了本王的话了，看来贵妃的势力已经是越来越强大了，连本王都已经可以不放在眼里了。本王并没有觉得她说错了什么。宁云川不能洁身自好，保重身体，不能生是事实，事实又何须别人议论？外面那么多百姓在议论，贵妃难不成是要把他们都杀了？若真是如此，本王府上的人，贵妃也得铲除。毕竟这种事情怎么会少了本王的参与？宁烨直接摆明了，外面的那些流言就是自己派人去散播的，可那又如何？贵妃又能把他怎么样？誉王殿下还真是好本事，都快要成为大周的主人了。这种话换作是任何一个皇子都是不敢应承的，但是宁烨……多谢夸奖，我时间有限，贵妃是让本王带她离开，还是想换一种方式带她离开？宁烨，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母妃宫中的人，岂能是你说带走就带走的？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让他给月儿治病，否则你们今天谁都走不出去。百言，之前的事情虽然有些误会，但是我已经受到了惩罚，我现在已经是知道错了，而且行好，帮我治病，堂姐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记住我的恩情就不需要了，只要你给我道歉认错，我就帮你，如何？你想一下，能怀孕你就能保住王妃之位，贵妃娘娘也不会逼着云王休了你，有了江家这个靠山在，你是未来可期，就是道个歉而已，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是不是很划算？百言，姐妹之间难免会有摩擦，你这是不准备原谅我了吗？你都没有道歉，我就是想原谅你也找不到机会啊。既然犯了错，那就要道歉。知月，本宫一直都认为你是个识大体懂事的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扭扭捏捏了？知月，你爱云川，自然是不想同他和离，既是如此，道个歉有何不可？还是说你选择与云川和离，或者为妾？母妃，儿臣不想与夫君和离，只是……白言，对不起，之前是我的错，是我这个做堂姐的不对，我当时就是见小凤儿乖巧可爱，所以才想着让她陪我玩几天。我真的不知道你去找过我要孩子，更加不知道那些刁奴竟然会刁难你，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下人。我保证以后不会动小凤儿，更加不会让那些刁民有机会为难你。说是道歉，实则在夸奖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堂姐道歉还真是没诚意，从整件事中把你摘出去，让你变得干干净净的，这种道歉方式学会了呢？白言，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会原谅我的吧？你是个善良的姑娘，肯定不会与我一般计较。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还真是新颖，他要是不接受，反而成为他小肚鸡肠了。堂姐知道错了就好，孩子吧还是自己亲生的，抢来的始终是抢来的，不能因为自己有身体缺陷就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百言说的极是，堂姐记住了。看着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江穗婉觉得没意思极了。宁言懂他的意思，牵着他的手就直接离开了贵妃的宫殿。没用的废物！当初你有能力算计自己的堂姐，成功当上云王妃，本宫还以为你是有些手段，却没有想到是这么的愚不可及。早知道你这么能惹事，还是只不会下蛋的鸡，本宫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上位，不如你那个没用的堂姐，至少她听话，不会招惹是非。可宁云川这个妈宝男，在胡贵妃生气的时候，那是屁都不敢放一个。滚！
给本宫滚！殿下，你都不帮帮我，害我被他们欺负。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会再被他人牵着鼻子走了。总有一天，他会让所有欺负过他、羞辱过他的人付出代价，哪怕是那个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女人，他也不会放过。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谢谢你来帮我。那你可以以身相许吗？一点儿都没有体验到被人求婚的乐趣，反而像是被人逼婚似的。殿下，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本王没有同你开玩笑，本王说得很认真，本王是真心想娶你的。宁言有钱有势还有权，他要是个普通人，说不定会心动之下答应他。可惜他是百草谷的主人，钱权势他都有，不需要借助别人的。那你爱我吗？宁言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对江穗婉的确是谈不上爱不爱的，最多就是觉得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对他有些好感而已。殿下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说这种话。你若是不爱我，就算你是天子，我也不会嫁给你。你若是爱我，你就是平民百姓，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就是这么个道理。好。对了，殿下，你是如何知道我进宫了？你女儿翻墙来府中找本王，求本王去救你，看在阿雪的面子上，本王同意了。娘亲，你终于回来了，小凤儿特别担心你，都吃不下东西了。江穗婉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吃不下饭，许也是一脸意外，他没有想到刚刚才吃了一只烧鸡的江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这么说的话会得到娘亲的心疼与宠爱？父王最讨厌别人撒谎，他从小就明白自己不能撒谎，所以这种撒娇的事情不能做也做不出来。娘亲，阿许也好想你，你没事吧？江穗婉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小凤儿可有欺负你？娘亲放心，妹妹对我极好，她还给我说了很多你们在外面经历的事情，让我十分向往。等你身体好了，长大了，就可以出去亲自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很多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小凤儿说的那么美好。是吗？那娘亲，你可以给我说说外面的事情吗？我真的挺想知道的。好，没问题。外面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美，不过在美的同时，它也充满了危险。两个孩子一左一右的依偎在江穗婉身边，感觉小世子和小凤儿长得还挺像的，特别是那一双眼睛，就跟王爷你的一模一样。或许小凤儿是其中的那个女婴。那个女婴已经烧焦了，她亲眼见到的，怎么可能还活着？江穗婉就像是一个谜。上厨房弄点吃的。你来做什么？江百言，你是不是忘了今天在皇宫中答应我的事情？你说了，只要我跟你道歉的话，你就会给我治病的。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你怎么就当真了？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会给你治病？我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你不孕不育，做不成云王妃。江百言，你竟然言而无信！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贵妃？欺骗贵妃可是杀头大罪。随便你了，你喜欢告状就去吧。我当时的确是答应给你治病，不过治到什么程度，岂不是我说了算？江之月，你好愚蠢，明知道我不会给你治病，还上了当，怪得了谁？只能怪你自己蠢。哎呀，我有些累了，你回去休息吧。毕竟看着你那双恶毒的眼神，我挺不自在的。哎呀，你说贵妃要是看到你的这一幕，她会不会让你继续做她儿媳妇？本来就是用下三滥的手段爬上去的位置，想必也不会做得太武。你用什么手段上去的？总有一天也会有人用同样的手段把你挤下来。江之月知道他说的是事实。百言，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姐妹，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呢？你害死袁云王妃的时候，你怎么不念及姐妹情深？你把袁云王妃剖腹取死的时候，你怎么不念及你们是姐妹？明明不想露馅儿，但还是忍不住想要把那些事情说出来。江之月，你知道剖腹取子有多么痛苦？你知道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毒死多么的痛苦？你知道看着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妹妹狼狈为奸是怎么样的体验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资格说姐妹之情？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你究竟是谁？你接近大伯有什么目的？你到底是谁？你做的那些丑事，你真以为没有人知道吗？我接近义父自然是没有什么目的，但是我警告你，最好给我安分守己，否则不介意弄死你。我想弄死你有成千上万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能悄无声息。你不信，大可试试。有鬼啊！快来人！有鬼啊！王妃，母王妃，你这是怎么了？江穗婉看着这一幕，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滚出来吧，鬼鬼祟祟的有什么意思？越是不想打交道的人，越是转角就能遇上，这真的是孽缘了。誉王殿下，你究竟有多闲？为什么大半夜的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大半夜的跑到女子的院子中去偷窥狂，想不到堂堂誉王殿下，长得帅气逼人的存在，竟然会是这种人。本王是来看你的，收起你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看我这个变态的男人，不是为了偷窥别人，竟然是为了偷窥我，太可怕了。知道姜穗婉果然误会了自己，直接将人抱在怀中，施展轻功带回了姜穗婉的院子。誉王殿下，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你不懂吗？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不是说古人都是非常矜持非常注重礼节的吗？为什么这个宁眼和我没见过多少次就经常对我搂搂抱抱的，实在是太可恶了。抱歉，本王没把你当作是一个女人，所以这些礼节用在你身上不合适。姜穗婉气得牙痒痒。誉王殿下仅仅是来看我的话，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走了吧？刚刚的那出戏还挺精彩的，你对江之月下手挺重，怎么你们俩有仇？誉王殿下还真是一点都不见外，女孩子的床这么随便就做了，想来在外面也有不少红颜知己。你这是吃醋了？不过你放心吧，我这人洁身自好，这是第一次做女孩子的床，想着以后也是一家人，早做晚做都一样。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宁眼这么自恋？他不过就是随口说说而已，什么叫做吃醋了？懂不懂吃醋是什么意思？誉王殿下，你找我可有什么事吗？的确是有点事情想找你帮忙，我有个朋友的母亲病危，所以想请你过去看看。你医术是我见过最好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只能来求我，然后我就只能来找你了。明早你来接我，我和你去看看。现在太晚了，我想睡觉了，不想出门。好，那我明早来接你。主子怎么不把心中的疑问问出来？江之月早不疯晚不疯，偏偏在江姑娘回来之后疯了，您不觉得奇怪吗？你觉得本王问了他会说吗？那只小狐狸身上的秘密可多了，本王总会等到他心甘情愿说出来的那天。想到姜穗婉今天已经为自己吃醋，宁眼的心情就变得十分美好。娘亲，你回来了呀！天天被宁许娘亲娘亲的叫，他竟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身份。小世子怎么过来了？我想你了，娘亲，你都不去看我，我就只好自己来看你了。昨晚才从王府回来，怎么就没去看你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和娘亲都一天没见了，这都隔了多少秋了？小小年纪，哪里学会了这么多说辞？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小世子可是看上了什么吗？我送给你好不好？娘亲，我想要这个枕头可以吗？你想要这个枕头做什么？不可以吗？娘亲，我这就放回去，是爱许冒失了。明明和自己的女儿同岁，但宁许却懂事的让人心疼。不是舍不得，一个枕头而已，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我的意思是，你第一次来，我可以送你贵重一点的东西。那我想让你做我娘亲，可以吗？这样吧，在你父王没有给你找到娘亲之前，我可以经常去看看你。你想叫我娘亲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宁许看了父王一眼，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似乎在说让他加把油，早日把姜穗婉娶回去，给自己当娘亲。接受到儿子鼓励的眼神，宁眼当下就黑了脸。他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会为了给自己儿子找个娘亲就去讨好一个女人？娘亲这么说，阿许真的很开心。不过现在阿许就想要这个枕头，可以吗？好，给你，你喜欢就拿去。小世子吃饭了吗？还没有。娘亲要亲自做给阿许吃吗？好，只要小世子你不嫌弃，等下就一起吃吧。不嫌弃，娘亲做的我都爱吃。誉王殿下想来是吃过了，我这小院不过是粗茶淡饭，只怕誉王殿下也吃不习惯，所以你的那一份不需要做了，对吗？宁言本来也想尝一下姜穗婉的厨艺，可是听到他这么说，是的，你做的本王吃不习惯，不需要准备本王的。想着让姜穗婉劝他两句，他再顺势答应。可姜穗婉这个女人听到他说不要，转身就走。父王是不是觉得娘亲特别的与众不同，一点都不惯着你？父王，你再这么冷冰冰的，娘亲以后真的要跟着别人跑了。我听白允哥哥他们说了，遇到喜欢的人不主动出击，抢占先机，很容易丢掉幸福的。就你话多，再废话，下次我就不带你来了。
你为什么非要这个枕头？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没有啊，只不过它是娘亲的贴身物品，上面全是娘亲的味道，特别的好闻。晚上抱着睡觉的话，肯定睡得特别香。这都是什么见鬼的答案？哇，你也闻闻看，娘亲的味道真的好好闻，让人觉得好安心的。果真如同宁许说的那样，这枕头上全都是江穗婉身上的味道，闻着让人有一种安心舒适的感觉。江穗婉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不要在孩子面前做，很容易误导孩子的。宁言也是尴尬的不行，他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瞬间的事情竟然会被江穗婉看到。那个小狮子，你喜欢吃些什么？娘亲做的我都爱吃。那好。一想到宁言刚刚在秀自己的枕头，江穗婉就觉得全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冒出来，脑补出来的狗血剧情都够拍个7、80集了。娘亲，阿许今天真的特别开心，以后我还能来找你玩吗？快回去吧，时间不早了，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过来。小孩子在长身体，要早睡早起，知道吗？父王，娘亲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心情一点都不好呢？被人误会成变态，心情好才有鬼。誉王殿下，你究竟想干什么？你不需要睡觉，我还要睡觉，可不可以请你回自己家去？他才躺下去没多久，宁眼就去而复返了，还跟个木头似的就坐在他床边，什么话都不说，跟个哑巴似的，黑着一张脸。虽然你是王爷，但是私闯民宅也是不对的吧？誉王殿下，你究竟想干什么？你直接说行不行？江穗婉快要崩溃了，打又打不过，撵又撵不走，这是要赖在这里的节奏。作为皇室的一员，你们皇室的礼义廉耻呢？你们皇室的颜面呢？看着他巴拉巴拉不停说的嘴，宁眼突然心中有一个冲动。殿下，我今天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赶紧回去吧，再不走就不要怪我给你下毒了。我有的是方法让你离开，只不过是看在小世子的面子上，我懒得和你计较。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是个意外，你再用那种眼神看我，我会挖了你的眼睛的。你大晚上跑到人家女孩子的闺房赖着不走，不是变态是什么？是我误会了，什么都没有，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吗？这个女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越想越生气，只能自己把自己气走。有病吧，莫名其妙。可他话音刚落，本王的确是有病。要是没病，怎么会想到回来给我解释一下？看到再次去而复返的宁眼，江穗婉彻底炸毛了，直接把鞭子拿出来，朝着宁眼就攻击了过去。见自己迟迟拿宁眼没有办法，江穗婉直接就下毒了。下次记得规矩一点，否则我就不知道给你下的是什么毒了。你在干什么？赶紧给我起来！你疯了吧？你现在有没有心情好点呢？我今天伪装的很好，宁眼是如何看出来我不开心的？你怎么知道？你回来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知道你去干什么了。其实不高兴的话可以不去做的，有本王在，没有人能拿你怎么样。父王，娘亲这是怎么了？怎么淋着雨过来了？感染风寒可怎么办？用内力给他烘干衣服。主子恕罪，小世子太着急了，属下没来得及拿伞。父王，不怪青云哥哥，是我太想见到娘亲了。宁眼没有多说什么，挥了挥手，示意青云可以下去了。父王，娘亲会不会死啊？她是不是伤得很重？她是不是不要阿许了？我好不容易找到娘亲，难道又要失去了吗？我说过多少次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动不动就哭。可是娘亲她伤得好重，会不会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放心吧，有父王在，他不会有事的，任何人也别想让他有事。他此刻的内心竟然是有些慌乱的，明明是为了阿许才去找江穗婉，可是渐渐的他好像是陷进去了。宁许身体不好，很快就被宁眼送了回去，虽然他不愿意回去，但在生气的父王面前也只能乖乖听话。江姑娘怎么会中毒？她被人攻击，根本来不及解毒。江姑娘中的是噬虫毒和催心掌，这是南陵五毒独有的毒药和攻击方式，两种毒对江姑娘来说应该都不算太难，只是她一直没时间解毒。她现在内力耗尽，想来是和别人战斗了许久。南陵五毒能治吗？蛊术和毒术虽然相似，但是并不一样。我曾经见过中这种毒的人，全身被蛊虫吃空而死，死后就仅剩一张皮，过程非常的痛苦，你能感觉到自己一点点接近死亡，却没有任何办法。
本王不想知道那么多，只想知道这毒能不能解，他能不能活下来。我解不了，最多能帮他暂时压制毒发。我虽然解不了，但是江姑娘肯定可以的。我先帮他压制，等他醒了就可以自己解毒了。王爷，噬虫的毒我能暂时压制，但是崔心长我可不行。五毒的老五是个从小在毒液中长大的人，他全身都是毒，内力之中也有毒。他的内力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内力进入人体之后会形成一股气，残留在别人体内，然后内力自带的毒素就会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来毒液，最终把人毒死。这种毒我真解不了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用强大的内力把这股残留的回忆的气逼出来，只要气出来了就没事了。好，我明白要怎么做了，你们先出去吧。王爷是打算用自己的内力去帮助江姑娘？哎呦，这可不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这种方式替江姑娘治病治疗，你会有短暂2到3天是彻底失去内力的，这对你来说太冒险。主子，这种事我来就可以了，你不能失去武功，那样会保护不了你自己的。你也不行啊，这解毒过程中谁也不知道内气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所以最好是不穿衣服的。毕竟这种治病方式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主子，你自己来吧，我和怪异先出去了。你放心，这2天我会好好保护你的。这种事情这么隐秘，想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你会失去内力几天的。在最后一丝内力耗尽后，江穗婉体内的气总算是从胸前散了出去。他从昏迷中醒过来，就看到了宁言眼神温柔地看着自己，宁言居然耳朵红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在他昏迷的那一刻，看到宁言的脸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那一刻他的喜悦之情是难以掩藏的。不用客气，就是顺路而已。不过你怎么会招惹上南陵五毒？不知道，你不是说钟大哥想见见我吗？我今天过去了，回来就遇上了南陵五毒。或许是有人想杀我，又杀不了我，所以就只能在江湖上雇杀手了。如今我活下来了，那证明对方的计划落空了。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被气死？你今天差点死掉，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活着，那些人就要倒霉了，想要我死的人就要做好被我杀的准备。不过你放心，我虽然伤得重，但他们也不会好过，没有个10天半月是下不了床的。这次怪我自己大意了，遇上了一个和你一样变态抗毒体的人，所以被将了一军，下次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好，你身上的毒能解吗？放心吧，小问题，之前只是没有时间而已。誉王殿下，你可以出去一下吗？我需要给自己解个毒。好，主子，你没事吧？我是不是气逼出来之后他就没事了？是的，只要他把噬虫的毒解了就没事了。至于受了内伤这种事，有你的内力滋养，没有什么大碍，甚至还有可能功力提升许多。整个人直接趴在了地面上。你见到我其实也不用这么激动的。谁激动了？我这是不对，我穿的怎么是你的衣服？你昨晚……想到昨晚有可能是宁言给自己换的衣服，江穗婉恨不得找个地缝把自己塞进去。你别担心，衣服是婢女给你换的，我府中没有女人的衣服，其他人的我也不放心给你，所以只能将就穿我的。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让管家出去给你定制几身衣服回来，应该快到了。娘亲，你醒了，还许都要被你吓死了。我没事了，让小世子担心了。见到父王离开，娘亲，你可要对父王好一点。昨天他派人去将军府盯着，一直等都不见你回来，着急的不行，直接跑到钟伯伯那里询问你的下落。得知你已经离开，就带着大家不停的去找。娘亲，你是不知道，父王找到你的时候，你差点就死了，当时可把父王吓得不轻。有洁癖的他一言不发的把你抱了回来。对了，父王为了救你，替你把崔心长的毒逼出去，把自己一身的内力都消耗没了。我听怪医说的，父王接下来这2、3天都是没有内力的。他真的没有了内力？怪不得他醒来之后不仅发现内伤好了，还发现内力提高了不少。原来是因为宁言把他的内力输送给了他。对啊，所以接下来的几天还请娘亲你保护好父王。我知道父王的仇家很多，很多人都想杀他，这件事要是泄露出去，那些仇人肯定会来刺杀他的。好，我答应你会保护好你父王的，至少这2、3天我是不会让他出事的。娘亲你放心，妹妹我已经让白刹去接过来了。我想了想，觉得这2天你还是住在王府比较好，毕竟要保护父王，我又担心你想妹妹，所以就私自做主把妹妹接过来。你不会生气吧？主要是阿许觉得娘亲你受了很重的伤，还是待在
这里比较好，回将军府的话，那个坏女人又要找你麻烦了。宁许真的太不像一个4岁多的孩子了，他太聪明，完全就是宁衍的翻版，做事滴水不漏，以后肯定是能成大事的人。怎么会？小世子这也是为我考虑，我还要谢谢你呢。娘亲之前答应过阿许，要做阿许的娘亲，所以娘亲以后可不可以就叫阿许的名字？阿许想和娘亲亲近一点。好，听你的，阿许。白允哥哥，你让我说的话都说给娘亲听了。白允吓了一跳，捂住了他的嘴巴。小世子，你可要小声一点，被你娘亲听到了可就不好了。我小声点。白允哥哥，我们这么做真的可以吗？当然了，女孩子嘛，就要从感动开始的。听了你说的那些事情，你娘亲肯定会非常感动的，你就放心吧。撞鬼事件过后，江之月算是彻底清醒过来，他严重怀疑江百言就是曾经的江穗婉。不过他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他能弄死江穗婉第1次，就能弄死第2次。3天时间一到，宁衍恢复了内力，江穗婉就带着小凤儿准备离开。娘亲，阿许不想让你走。娘亲，我们可不可以再留一段时间？我还想和小哥哥玩。小哥哥想要娘亲，可他也好想要父亲的。宁衍虽然不爱说话，可真的和他想象中的父亲一样，他不想走，想多待几天，体验一下父亲在身边的感觉。不行，你们俩听话，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阿许，在王府要乖乖听话，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父王，是不是你惹娘亲生气了？她怎么突然间就走了？阿许，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谁能够一辈子陪在另外一个人身边，他总是要走的，你也总是要长大的。可是真的不想让娘亲走，这是我第1次体验母爱的感觉，可惜太短暂了。或许短暂的东西才会让人倍加珍惜。父王，娘亲她还会回来吗？你心里想要她留下来吗？说真的，他其实挺希望江穗婉留下来的，想要让她堂堂正正的留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娶了她。放心吧，他会回来的。以后啊，他会一直陪着阿许，直到阿许长大成人的。宋蓉蓉看着江穗婉远去的马车，江百言，你这个贱人，居然勾引誉王，还恬不知耻的在这里住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誉王殿下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既然想跟我抢，不要怪我不客气了。能让江之月来找自己联盟，这个江百言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好了，别哭了，你知道娘亲最不喜欢你哭了，你再哭，娘亲也要跟着哭了。娘亲，为什么我没有父亲？为什么小哥哥会没有母亲？他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是不是都不要我了？小凤儿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的父亲和阿许的母亲不是不要你们了，而是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他们就算是离开了，也是十分疼爱你们的，因为他们化作了天上的星星，在守护着人间的亲人。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不能回家的人化成的，他们每闪一下就代表着他们的思念。所以不要难过了，父亲并不是不要你了，而是在天上看着你。江穗婉有些头疼，只能随意找一个善意的谎言来哄哄小凤儿，毕竟她都不知道小凤儿的生父是谁。娘亲，你骗人，根本就没有星星。怎么会？现在是白天，肯定看不到，等晚上到了，你就能看到好多好多星星了，所以就不要难过了。可是我好喜欢誉王呢，我想要他做我的父亲，刚好小哥哥也想要你做他娘亲，要不你嫁给誉王好吗？这样一来我就有父亲了，小哥哥也有娘亲了，你说好不好啊，娘亲？不好，一点都不好，这件事你想都不要想。宁衍那样的冷面汉，小凤儿究竟是什么心理，竟然会喜欢他？什么人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好汉？解药。有病吧？你们都要杀我了，你觉得我会给你解药吗？江姑娘，幕后之人说了，可以用你的女儿来控制你，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那么做。我们5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们发过誓，不会动别人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让我破除自己的誓言。我要如何相信你？我把解药给你，你们好了之后，岂不是放虎归山？到时候我女儿的安全更危险。病老鬼的武功在他之上，若是对方真想对小凤儿出手，完全可以不惊动他，到时候用小凤儿威胁他，他自然会乖乖的把解药交出去，不对孩子出手。这一点反而让江穗婉对他们5毒有了一些好感。你若是不相信，那我就只能执行第2个方案。你就算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我也有能力抓到他，到时候你也要交出解药。江百言，每个人做事都有属
属于他的规矩，我们的规矩就是大人的事情不殃及孩子，我们只杀大人。给你，不过我给的东西你们当真敢吃吗？你们不伤孩子，难道就不担心被你们杀了的人的后代找你们报仇吗？杀人者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我们既然杀了人家的父母，就不怕别人报仇，能杀得了我们是他们的本事。对了，噬虫的解毒方法是还魂草，用还魂草熏烤受伤的地方，那些虫子就能出来了。下一次见面，我绝对不会手软，谁生谁死各凭本事。你要去参加国公府的宴会。见江穗婉不理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惹江穗婉不高兴了？你不是不喜欢那种宴会吗？为什么会答应要去？我想去就去，你管得着吗？还是说国公府有你喜欢的姑娘，你怕我过去让她难堪？宁言有些懵，不明白江穗婉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火气。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江之月邀请我去参加，推脱不过就答应了。你知道一些关于国公府的事情吗？可以给我说说，到时候也不至于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宁言还真的知道，把关于国公府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他真的好想问问宁言，为什么会对国公府的事情这么了解？是因为那个宋蓉蓉吗？你需要我帮忙吗？白允说了，追女孩子要主动一点。什么？就是五毒的事情，你需要我帮忙吗？或者是小凤儿，你需要我帮忙保护吗？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我只是想着帮帮你，能够保护小凤儿，也能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若是你真的可以帮忙，那就请你帮我看着小凤儿那边一点吧，我的确是有些忙，怕照顾不过来。他的人从百草谷过来，还需要一点时间，这段时间小凤儿的安全交给宁言，他也能放心。那行，小凤儿那边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国公府那边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宁言一过来，目光就投到了江穗婉抓着宋玉明手臂的手上。江穗婉急忙把手放了下来。你和誉王相识？不是太熟，见过几面。老将军生辰宴，本王没什么好送的，就送你一幅沙场美人图好了。江穗婉能够感觉到宁言的心情不太好。老身参见誉王殿下，誉王殿下能来，真的是让老身受宠若惊。这画上面的是20岁的他，自己人生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这份礼物太有价值了。老身多谢誉王殿下，殿下有心了。不客气，能让老将军开心就行。宁言不喜欢宋蓉蓉的聒噪，可宋蓉蓉不停地缠着他说话。你们看，宋小姐和誉王殿下还真是相配呢，郎才女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是啊，我也觉得这两人站在一起十分相配。誉王殿下从来不参加这种场合，这次竟然来参加老夫人的生辰宴，会不会是因为宋小姐呀？听到这些言论，江穗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心中有些不舒服。这大家都有礼物送老夫人，不知道江姑娘送些什么？虽然我们都知道江姑娘情况特殊，不送也没关系，但这毕竟是生辰宴，不管值不值钱，总要送礼才对。送礼这种事情自然是有所准备的，大家也知道我是乡野小地方的人，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送，所以就送了一些我们那里的土特产，还希望老夫人不要嫌弃。土特产？江百言，你是来搞笑的吗？京都什么没有，怎么会需要你乡下的土特产？你是想笑死我们吗？江穗婉直接让绿柳把盒子打开，待见到里面只是几株药材之后，引发了哄堂大笑。他送的礼还真的是特产，特别有产量啊！这是月华花，生长在高山之上的悬崖边，吸取月光生长，价值连城，甚至可以说是有价无市，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万毒花是制作解毒丹的主要药引，差不多已经绝迹了，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太神奇了。之前那些嘲笑江穗婉的人，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百言呐，这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你的心意我心领了。老夫人就不要推辞了，不过是一点土特产，你不嫌弃就好，好好收着吧，对你身体有好处。既然如此，那老身就不推辞了。百言以后有时间可要多过来玩，不介意的话，跟着玉明他们叫我一声奶奶也好。你这孩子真招人喜欢。奶奶既然已经开口了，百言自然没有推辞的理由，只不过以后百言来多了，奶奶你可不要嫌弃才是。怎么会，奶奶巴不得你天天来。老身今日真的是太开心了，生辰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年轻人
天可要玩得开心一点，老身还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就不和你们多聊了。百言，奶奶今日有些忙，你自己先玩着，可不要拘束，让玉明好好招待你。他若是招待不周，到时候你给奶奶说，待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奶奶，这江家妹妹我还没娶回家呢，你都这么偏心了，那要是我真的娶了江家妹妹，府里岂不是没有我的地位了？你呀，如此口无遮拦，吓到百言怎么办？我警告你，可不要欺负百言了。百言交给你了，我就先走了。百言，看来老将军是真的喜欢你，都不介意你有一个女儿，完全支持你和他的宝贝孙子在一起。你是什么打算？虽然我觉得宋玉明这人有些浪荡子了，但长得帅，有钱，嫁给他也算是吃穿不愁了。江穗婉刚准备回答，就发现一道视线从身后盯着自己。这房间的装修风格完全是男子，宋蓉蓉这骗人也太敷衍。江妹妹，这是新衣，我还没有穿过呢，你先将就着穿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府里的婢女没用，弄脏了你的衣服。宋蓉蓉，你想干什么？有时候适当的配合一下别人演戏，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哦。疯狂的拍打着门。江百言，我说过我会让你付出代价，你不会是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吧？今日你插翅难逃，会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再也没有靠近誉王的资格。若不是你出现勾引誉王，说不一定我们现在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誉王殿下只能是我的，谁要是想和我抢，我一定会杀了他，毁了他。不要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怪你不知好歹，竟然妄想同我抢誉王。里面竟然有人，你是谁啊？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吗？该不会是死了吧？宋蓉蓉不会是为了嫁祸我特意杀了一个人吧？这一检查下来，他发现对方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中毒了，虽然毒性被暂时控制住，但是这个人已经成为了植物人。既然见面了，那就帮你一下吧，相逢即是缘，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可是他刚准备下手，把这间屋子烧了吧。他是真的没想到宋蓉蓉这么狠，竟然想要直接烧死他。算了，活命要紧，抱歉了哈，没办法救你了。最终还是不忍心带着对方一起离开。小姐，你怎么样了？我看那边火光冲天的，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小姐，这谁啊？不认识，顺手救下来的，应该是宋玉明的兄弟吧，和他长得有些相似。绿柳，我没时间了，你带着这个人离开吧，我还得回去，不然等下宋蓉蓉把宴会上的人带过来，我没办法解释。这个人病成这样了，还有人小心伺候着，身份肯定不一般。玉珏，奶奶，火势太大了，来不及了，你先冷静一点。我要去救我的玉珏。4年前我没有来得及救他，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救出来。你们2个给我放开，也赶紧给我救火，听到了没有？老夫人，你冷静点儿，火势这么大，你进去救不了人，说不一定还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你们大家赶紧帮忙救火，我妹妹还在里面呢。百言，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了你。若不是我带你来参加生辰宴，你就不会死，都是我的错，是我罪该万死呀！没看到尸体，宋老夫人心中松了一口气。是我的人就守在这里，怎么可能让人逃走了还没有发现呢？奶奶，这里面没有看到二哥的影子，证明二哥并不在这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一个瘫痪的人不在这里，他又能去哪里？又是谁把他带走了呢？百言，你在哪儿啊？你是不是还活着？你出来呀，姐姐真的很担心你。虽然假情假意的叫着江穗婉的名字，但内心里巴不得她赶紧去死。姐姐还真说对了，我没事呢，侥幸逃过一劫。妹妹，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你真的是吓死姐姐了。江穗婉的命怎么这么大，这样也没能弄死你。受不了她这么虚伪的一面，让姐姐担心了。我没事，我很好。百言，你逃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顺手救了人呢？江穗婉很想告诉她真相，可她总觉得宋玉珏的事情另有隐情。奶奶，这里面就我一个人，根本没看到其他人。你看这废墟之中什么都没有，若是有人肯定会留下尸体，你说的那个人可能并没有在房间里。江穗婉真的心有不忍，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在宋老夫人手心用手指写了一个活字。老夫人眼神变得快，也收得快，看样子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来玉珏的院子？为什么你来了之后，玉珏的房间会起火？你是不是想杀死他？奶奶，你这是怀疑我杀了二公子吗？这一切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都差点死在里面，而且当时是宋小姐带我过来的。若真要问为什么，还不如问宋小姐。宋小姐，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想毁我清白？小妹妹，你怎么会污蔑我呢？我只不过是好心带你去我的院子里换身衣服，谁知道我拿衣服回来你就不见了。我担心你的安危，才找大家一起来找你。我知道你刚刚死里逃生，心中颇有怨气，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来这里，也不知道这里会走水，怎么可能会害你呢？江姑娘，我们都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宋小姐温柔善良，怎么可能会做出害人性命的事情来？这件事肯定是你误会了什么。我是第一次来国公府，你们觉得没有人带我过来，我会这么精准的找到二公子的房间在哪里吗？国公府有多大，大家想必都是知道的。我一个第一次来的人，想要在这里走出去都困难，又怎么会知道二公子住在什么地方？宋小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要杀了我。我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你，而且你害我就算了，为什么连自己的兄长都不放过？怎么这么狠心？血口喷人！我好心带你换衣服，你竟然诬陷我！江百言，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不知恩图报就算了，竟然还反咬一口！就算江穗婉说的是实话又如何？有人相信吗？是不是血口喷人？宋小姐心中十分清楚。老夫人，当时我被关在房间里，房门还被人从外面锁了起来。火势之所以蔓延得这么凶猛，那是因为宋小姐的丫鬟带着人在房间上浇了火油，他们这是想置我于死地。蓉蓉，把你的婢女叫过来。奶奶，你怎么让你把人叫过来，听不懂吗？奴婢见过老夫人。说这火是不是你放的？你安的什么心，竟然要害我的玉珏？老夫人，我没有，我是冤枉的，这一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撒谎！你在浇火油的时候，衣服上也沾染了一些。虽然你及时回去换衣服，但你裙摆位置里层依旧还沾着。弄死宋蓉蓉的话不可能，但弄死一两个他身边忠心耿耿的人还是可以的。没错，火就是我放的，我就是想杀了你，就因为你这个人的出现，害得小姐多伤心，我替小姐打抱不平，所以想杀了你。若不是你处处勾引誉王殿下，抢了原本该属于小姐的一切，我又怎么会对你动手？江百言，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谁让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这次没烧死你，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瞎了眼，你这种人就应该死，应该早点死。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真的烧死你。说完之后，直接掏出匕首自杀了。小云，现在你满意了吗？小云已经被你逼死了。杀人者人恒杀之，他想害我在前，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国公府太危险了，以后我是不会再来。谁知道下一个想杀我的丫鬟是谁？宋老夫人，祝你生辰快乐，我就先告辞了。宁爷，你疯了吗？宋玉明很好吗？你什么意思？你们牵手了，举止亲密，甚至宋老夫人还想把你许配给他。你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程度？不是，我什么时候要和宋玉明在一起了？我什么时候和他牵手了？赶紧给我松开！再不松开，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凭什么宋玉明和他亲密时，他能笑脸相迎，而换成是他就是各种威胁？他真的有这么喜欢宋玉明，想要和宋玉明在一起吗？江白言，你若是敢和宋玉明在一起，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说到做到，不信你可以试试。玉王殿下，你有病就配合好好治疗，我和你什么关系啊？我想和谁在一起那是我的自由，管得着吗你？他都没有生气宁琰和宋蓉蓉出双入对，他又有什么资格生气他要找对象呢？你知道宋玉明是什么人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想要和他在一起。江百言，我真不知道该说你蠢，还是说你无可救药。那都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管好你和宋蓉蓉的事情就好了。你们俩出双入对的，我都没嫌碍眼，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见江穗婉在意这件事，宁琰的心情瞬间好了大半。他甚至觉得江穗婉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做给自己看，为了气他的。江白言，宋玉明不是什么好东西，和他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以后离他远一点，知道吗？就是喜欢他，就是想和他在一起，我就是觉得他哪里都好，你有什么资格过问？宁琰被他气得不行，总觉得让他那张嘴继续说话的话，自己迟早会被气死。父王，娘亲是不是来了？父王，我……宁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过来打扰到了父王的好事，他来的真的太不是时候了。
阿许，你怎么过来了？吃完饭了吗？阿许已经吃过了。娘亲吃了吗？府里新来的厨子做饭可好吃了，娘亲可以尝尝的。阿许听说娘亲来了，可开心了。娘亲，你要是能够一直这么陪着我，那该多好。父王，你真差劲，你看我都能抱娘亲了。看懂了儿子眼神中的意思，宁言懒得和小孩子一般计较。可以啊，娘亲还真有些饿了，今天事情多，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热乎饭。阿许可以带娘亲去吃好吃的吗？好啊，娘亲跟我来。父王要不要一起呢？随即一家3口往宁许的院子走去。娘亲，你在想什么？怎么突然发呆了？娘亲在想，若是娘亲的儿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此时就和你一般大小，同你一样乖巧可爱。娘亲还有一个儿子。是呀，还有一个儿子，和小凤儿是龙凤胎，可惜刚生下来就……见宁眼盯着自己看，江穗婉立刻闭嘴，差点儿他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都过去了，没什么好说的。阿许的厨子做饭的确是非常好吃，我今天算是有口福了。安排好了吗？放心吧，已经安排妥当了，没有人知道。姑娘要去看看吗？那位公子身中剧毒，今日就算不被火烧死，想必也活不了多久。唉，长得这么帅，可惜了。姑娘你在，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不是吗？那是，我可是神医，这毒吧虽然有些困难，不过也难不倒我。遇上我，他算是有救了。好了，也不和你扯皮了。宋玉珏中的是天下第一奇毒，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这种毒我之前没有解过，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人，只是在师父留下的医书上见过。听说这种毒进入人的身体后，会侵蚀全身经脉，让人无法动弹，进入一种假死状态。用现代医学来说，就是会变成植物人。我听师父提过，这种毒是西域一个炼毒大师制作出来的，用的东西非常的复杂，而且特别的珍贵，所以一般是没有人会花大价钱买这种毒药的。毕竟毒药是用来杀人的，谁不想让自己的敌人死得痛苦一些？这种毒不是用来杀死自己的仇人的，反而是用来杀死自己珍惜又恨的人，想让他死，但又不忍心让他死得太痛苦。难不成还是深受情伤的人，用来杀死背叛了自己的爱人的？答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跟师父说的，谁知道师父根本不赞同，最后就离开了百草谷。不过这宋玉珏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原本中的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控制住了，想来是不会瘫痪才对的，可是又被人下了慢性毒药，两种药在他体内相互吸收成长，把他的身体当成了成长的器皿。他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已经算是奇迹了。我对他反而好奇起来了，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控制那种毒药的。天下第一奇毒，无药可解，却让一个不懂药理的人压制了。这研究出来这种毒的人，肯定会被活活气死。他有预感，治好宋玉珏肯定能有很大的收获，说不定会有他师父的线索。誉王殿下，你这神出鬼没的究竟想干嘛？我还能不能有点隐私了？他就知道自己藏着宋玉珏这件事隐瞒不了这个男人，天天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他。他长得很帅。以前他不在意皮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听到江穗婉夸宋玉珏长得好看，他才重视起来这个问题。没有你帅，你是天下最帅的男人，可以了吧？我要回去休息了，今天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真的很累，想休息。你还知道事儿多，那场大火差点就烧死，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这不是有你在，所以才不怕危险吗？况且人不能遇到事就躲起来，该来的迟早要来。既然这件事推脱不掉，还不如直接面对。我从来不是怕事的人，更不是苟且偷生的人。既然他们想害我，我自然不会放过他们。听到他说是因为有他在才敢肆无忌惮，宁言的心情瞬间就好了，于是他亲自把人送回去休息。你累了，好好休息吧。宋玉珏那边的事情你放心，我会派人照看的，不会被发现的。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帮我隐瞒这件事？我对宋玉珏也很感兴趣。西域的毒传入大周，你不觉得这其中有很大的猫腻吗？说不定救活宋玉珏能找到一些隐藏在京都的探子，然后就可以顺藤摸瓜，把不该在京都存在的人清除掉。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治好宋玉珏？你也知道的，厮杀是天下第一奇毒，无解。你不怕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然后变成失望吗？我相信你。谢谢你。好了，你不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派人去找我，府中的东西你想用什么随便拿。
娘亲，你来了，小凤儿好想你的。我是不是说过了，让你和白云姐姐好好待在别庄，不许跑出来的？你又忘了吗？娘亲，我很听话的，只是我真的很想娘亲，所以就想来看你，远远的看上一眼也挺好的。你说过将军府是龙潭穴，所以我担心遇上危险，就来找小哥哥玩了。说那么多废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你不过就是想来找阿许玩罢了。那娘亲都已经来了，能不能让我和小哥哥多玩一会儿？你人都来了，我还能说什么？不过小哥哥不舒服，娘亲先给他检查一下身体。小凤儿乖巧的点点头，跑到了宁琰面前。你可以抱抱我吗？娇熙，不可放肆。不可以吗？宁琰没有说什么，直接把小凤儿抱了起来。为什么要让我抱你？因为我觉得你和我想象中的父亲一样，所以我想体验一下被父亲抱在怀里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你以后就留在王府陪阿徐一起玩，怎么样？真的吗？娘亲不会同意的。虽然我挺喜欢你，喜欢小哥哥的，也很喜欢这里，但我更喜欢娘亲。娘亲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行了，这次的事情我就不怪你了，没必要说这些好听的给我听。回去我再找白云算账，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娘亲，不关白云姐姐的事情，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你不要怪白云姐姐。没事，你娘亲就是吓唬你。娘亲变坏了，你竟然会吓唬小凤儿了。你可有哪里不舒服吗？宁许点了点头，把自己今天不舒服的地方都说给了江穗婉听，离开了宁许的院子。你要真的是我爹爹，那该多好！我一直都想有个爹爹，在我的想象中，爹爹肯定是个高大威猛、长得帅气的男人。毕竟我娘亲那么美，不可能找个丑八怪的。你想不想让我做你爹爹？想啊，做梦都想。可是你愿意做我爹爹吗？我真的还挺想让你做我爹爹的。想的，只不过这件事要你娘亲同意才行。你要不要帮我呢？可以呀，想让我怎么帮你呢？阿雪，你告诉娘亲，这几天你都有吃过些什么吗？他体内压制下去的毒素又被引了出来。这几日的膳食都是白允亲自守着做过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些菜是管家亲自去买的，回来也检查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娘亲，你说我是不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傻孩子，说什么胡话呢？有娘亲在，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活着的。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早点告诉父王，或者告诉娘亲？因为我不想让父王活得那么累。这些年为了我的病情，父王一直都过得很辛苦，他四处为我寻找名医，花在我身上的钱数不胜数，我什么都知道，只是没办法改变而已。这几天是我懂事以来见过父王最开心的日子，他的笑容多了起来，所以我想让他多开心开心。这些年他都没怎么开心过。娘亲，你和妹妹出现后，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我有了娘亲，有了妹妹，我不再是没有娘亲的孩子，我也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很满足，也很珍惜现在的时光。阿雪，相信娘亲吗？相信。那好，你给我振作起来。既然有了妹妹，那你这个做哥哥的可是要保护她一辈子的。你放心，娘亲一定会治好你的。娘亲，你可以抱抱我吗？靠在江穗婉怀里，宁许笑得一脸幸福。其实我真的挺累的，也很痛苦。娘亲，若是坚持不了了，就让我走了，好不好？听话，娘亲会救好你的。你回忆一下，这几天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我想起来了，我有闻到奇怪的花香。花香？什么样的花香？还有吗？你带我去看看。好，娘亲你跟我来。我在王府没有玩伴，王府这么大，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就会到处转转，这里是我经常来的地方，这里没有外人，只有我一个人，很清静，我很喜欢。前天我毒发有些难受，又不想让父王担心，所以就想过来自己待一会儿，然后就在里面看到了一株奇特的花。娘亲，你快看，就是这株花，我之前经常有来这里玩的，不过都没有见到过这株花，但前天我来，它就在这里了，味道特别好闻，加上它很漂亮，所以我就没舍得拔掉。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毒发的时间长了起来。娘亲，怎么样了？这花该不会是什么迷人心智的花？娘亲这是被迷住了吧？没事，你别过来，我马上就好了。原本芬芳香甜的花，在被大火焚烧之后，竟然散发出一股让人
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娘亲，这是什么味道？好臭！抱着宁许飞了出去。娘亲，那花真的有问题吗？当然了，最大的问题就在它。那种花叫隐花，大多数时候是用来观赏的。不过它有一个功能，花香可以把人体内的毒素引发出来。我听说西域的王宫里，这种花就种植在王身边，这样一来，王就可以随时知道自己有没有中毒。你也知道，身在高位的人总是很容易成为别人祸害的对象，所以他们种植这种花来保护王，相当于是个预警。那他岂不是也挺危险的？万一王中的毒非常的厉害，本来不怎么会发作的，突然被这花诱发治不好，那不是死定了？谁知道呢？好了，我们先回去吧，等下你父王回来找不到你该担心了。看来是有人想要宁许的命，也不知道这次动手的人是不是小时候想要宁许命的人。说是这次能顺着这花把罪魁祸首找出来，或许还可以找出来4年前的一些事情。你来了，出什么事了？是不是阿雪的病情加重了？没事，就是一点小问题，我能治好。他的毒是被东西引发出来的，之前我虽然压制了，但没有根除，所以只要遇到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他随时都有可能毒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能治就好，需要什么我去找。你说的鹤顶红，我也派人去找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消息而已。我已经让他们加快了速度，应该很快就有线索。先回房间吧，我再替阿雪压制一下，暂时先保住性命，剩下的慢慢来吧。娘亲，小哥哥怎么样了？他还有救吗？娘亲，你会救小哥哥的，对不对？我最喜欢他了，我想和他一起玩，一起长大，所以你肯定能救他的，对不对？进屋吧，娘亲要给小哥哥扎针了。那咱们快进屋，娘亲你下针的话，小哥哥一定会没事的。施针非常危险，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也是我之前没有给你施针的缘故，我怕你承受不住。但是现在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清楚，若是不施针，你必然活不过1个月。现在我把选择权交给你，你能不能忍受这份痛苦？他就是个孩子，会。娘亲，我想试试，我不怕痛苦的。这些年我什么样的痛苦都承受了过来，这次也可以的。好，那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没事的。经历了这些折磨，只要你活下来了，你的人生就会是一帆风顺了，因为这辈子你该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娘亲和小哥哥没事吧？放心吧，他们没事，就是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你放心吧，小哥哥一定会没事的。从来没有见过娘亲给谁治病这么费力过。但是我相信娘亲的医术，鬼手神医不是说说而已的。娘亲的医术超乎你的想象。那你娘亲在百草谷的时候，肯定救过很多人，对吧？对呀，外公就是娘亲救下的。我说你要是想追我娘亲的话，可得加把劲儿啦。我娘亲的美貌是天下第一，追求者很多的。她是带着我这么个拖油瓶，也有很多人喜欢她的。不过我不喜欢她的那些追求者，那些人都是有目的的接近娘亲的。不过我很喜欢你，我想让你做我的爹爹，所以你要加把劲儿。万一我娘亲被别人拐走了，你就再也找不到她这么好的人啦。好，我努力。王爷，找几个兄弟陪我出去一趟，起来吧，陪我去做点事情。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了？宁眼进来时，就看到江穗婉一脸绝望地坐在地上。宁言，我的内力没有了。放心吧，可能是之前伤到了根源。你放心，有我在，你的内力一定会回来的。放心吧，我没事了，就是有些饿，有些渴而已。好，那我去给你拿些吃的。然后青烟就进来服侍他。青烟还特意把宁眼带人去给宁云川揍了一顿的事情说给他听，他听了心情好多了。怎么不好好休息？你怎么跟来了？外面那么多眼线，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放心，那些人不知道我过来，知道你不会好好休息，所以我过来看看。其实你主要是想过来问问阿雪的情况吧？那是其次，主要还是不放心你，想过来看看，有办法吗？查到了，想要恢复的话，需要迷幻草。好，你等我，我去给你找来。连迷幻草在哪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找？就算去找，你也得带上我。迷幻草生长附近全是毒瘴，我不跟着去，你根本没办法靠近。你先把位置调查出来，我们一起去找。行，这件事交给我，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只要能治好江穗婉，就是要天上的星星，他也会想办法摘下来。阿许体内的毒是被隐花诱发的，在你们誉王府的冷宫处有一株隐花，刚好那个地方是阿许自己最爱去的。隐花是什么？你明白吧？看来有些人的手已经伸到了誉王府了，王府内已经不干净了。江百言，你好狠！
狠的心呢？怎么对你自己的姐姐下这么狠的手？不是我做的。还说不是你？小月是在你院子中受的苦，隔着老远我就听到了她的惨叫声，你还说不是你做的？来人呐！老夫人，给我把这个恶毒的女人抓起来！是。江百言，你可知罪？百言何错之有？你放肆！你把小月的脸弄成了这个样子，还不知悔改，你敢说你没错？没有，她的脸不是我弄的。我江百言若是想要弄死她，轻而易举，没必要毁了她的脸。这么丑，路上遇上时只会吓到我。不过做这件事的人倒是干了一件合我心意的事情，至少看到江之月你变成这个样子，我很高兴。奶奶，你看看他，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我怎么说也是云王的妻子，他这么做明显是在挑战皇家威严。这件事传出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么做是将军府教唆的，是大伯教唆的。江百言，做错了事就要承认，你自己乖乖认个错，领了罚，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三叔公，百言没错，就不会认错。知月是在你院中受的伤，当时又只有你们主仆二人在，你说不是，难道还能是知月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三叔公还真说对了，江知月去我院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至于是谁弄的，我不知道，不想知道。江百言，你可要想清楚了，是给小月道歉，还是吃些苦头？云王殿下到。云川，你终于来了。月儿，你怎么了？云王殿下，这件事是江百言一人所为，和将军府没有任何关系，还请你不要怪罪于将军府。月儿，我看看，别怕，你知道本王为了月儿这张脸花费了多少心血吗？你竟然给她毁了，该死！江穗婉被打吐血了。姑娘，你怎么样了？云川，你会不会下手太重了？不管怎么说，百言也是个女孩子，她怎么受得住你的一掌？虽然她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真的不想伤她的性命。月儿，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人欺负。这件事交给本王，你不用管了。小青，把王妃带下去，找宫里的御医来给她治理。月儿，你放心，我不会放过任何伤害过你的人。江百言，你想怎么死？堂堂云王殿下，不分青红皂白就随意杀人，这倒是让我有些怀疑，云王妃的脸不会是你弄的，所以才故意推到我身上吧？云王殿下，众所周知，云王妃不孕不育，贵妃娘娘已经不满很久了，该不会是你也嫌弃了她，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舍弃她，所以就上演这么一出好戏，让我来替你背锅吧？若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也是说得过去的。江百言，你是本王见过最会能言善辩的人，不要把本王想得和你一样恶毒。有没有孩子对本王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本王要的只有月儿。江百言，作为江家人，你应该清楚月儿的身份，随意伤害王妃，本王就是诛你9族也不为过。云王恕罪，没有管教好江百言是我们的失职，还请云王不要迁怒于将军府。云王放心，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给王妃一个交代的。老夫人请起，本王不是糊涂的人，知道这件事与将军府没有任何关系。老夫人既然这么说了，那本王就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自己人处理家里事。老夫人松了一口气，狠狠地打了江穗婉一巴掌。姑娘，轻言，不可胡来。可是咱们欺人太甚了，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却要怪罪到你的头上。一个下贱的奴婢，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好好记住了。主子说话的时候，你们这些做奴婢的是没有资格插嘴的。江百言，祸既然是你闯出来的，那自然是要你自己去解决。这样，只要你主动脱离江家，替小月把脸治好，并且永不回京都，我就去向云王殿下求情，饶你一命，如何？想屈打成招就直接说，没必要假惺惺的装好人。就算是你问我100遍，我也是一样的答案。江之月的脸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若是出手，他肯定不只是烂脸。4到临头还嘴硬，真是不知所谓。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来人呐，家法伺候。江百言，最后问你一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要不要去给小月道歉？百言无罪，何须道歉？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给我打，打到他知错为止。那些家丁没有住手的意思，一棍接着一棍的打下来，并且还偷偷往上移动位置，直接打在了他的腰上。滚开！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我家姑娘没做这件事，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直接打她，还往死里打她，你们究竟是什么居心？你们这些人，什么王爷，什么将军府的老夫人，都是一丘之貉，不过是觉得我家姑娘挡了你们的事，所以想找个理由杀了她而已。何必做这么多假惺惺的举动，让人不齿？
姑娘，你别怕，青烟不会让你出事的。今天他们对你屈打成招，明日青烟就去告御状。今天的这些人，青烟一个都不会放过。青烟，别冲动，我没事。放肆！你算什么东西？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儿。我看你才放肆！就在老夫人准备连青烟一起惩罚的时候，一道中气十足、带着威严霸气的声音从祠堂外面响起。随后，一个高大威猛、身段伟岸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父亲了，他真的很想他。阿言，让你受苦了。父亲，阿言不疼，阿言就是好想。别怕，有父亲在，任何人也别想伤害你。江大将军，你就这么把人带走了，不打算给本王一个交代吗？末将参见云王殿下，之前多有失礼之处，还望云王海涵。不过末将倒是想问一句，阿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要让你们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杀了他？云王殿下，末将为大周付出了一切，如今就剩这么个女儿，云王也想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你们皇室中人就是这么对待为大周付出一切的将士吗？贺爷，怎么对誉王说话的？这件事本来就是江百言有错在先，他毁了小月的脸，小月怎么说也是个王妃，这是打天家的颜面，给他一点惩罚怎么了？二娘，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会自己调查清楚。这些年，我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不愿与你计较，但你们趁我不在想杀了我的女儿，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叫我什么？这么叫你是希望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些年你做了什么，真以为我不清楚？如今谁要是想伤害阿言，我是不会放过他的，包括你。江大将军的意思是也要跟本王算账了？就是这个意思。云王殿下，我女儿心性如何，我自己清楚。旁人想要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诬陷她，我自然是要死磕到底的，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在所不惜。累极了的他直接在父亲怀中睡了过去。大将军好气魄，今天本王还真的要定了江百言这个人，将军还是把他交出来比较好。宁云川眯着眼睛和江鹤也对上了。我若说不呢，那就只能用整个将军府为将军你的任性买单了。本王倒要看看你是选择一个义女，还是选择整个将军府。你威胁我？云王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自大，一如4年前。一听这话，宁云川脸色立刻就变了。4年前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不仅是江百言知道，现在连江鹤爷也知道了。本王听不懂你说什么，本王只要江百言。你有资格吗？不舒服吗？连本王都打不过，你那双腿留着有什么用？江之月的毒就是本王下的，你又能如何？没用的东西。江百言是本王的人，有急着想死的，尽管招惹他。将军，誉王，江姑娘内伤严重，这需要内力辅助治疗。至于臀部，还是找个婢女来替她上药比较好。不用了，我来。誉王殿下，你这……抱歉，大将军，是本王逾越了。不过本王亲自给他上药会比较好一些。誉王殿下说笑了，我女儿的事情自然是我来比较合适。誉王想要亲自动手，那也需要个理由，不是吗？江鹤也不知道女儿回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和誉王走得如此亲密。他觉得江穗婉还是要和宁衍保持距离才好。宁衍无力反驳，但他又不愿意让江鹤也去做这件事，两人短暂的僵持下来。好在青烟很快就回来，主动拿药瓶去替江穗婉上药。誉王殿下这腿一开始的确是有些问题，不过后面好了。大将军是第2个知道这件事的人，还希望你保密。臣明白，誉王尽管放心。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他对本王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大将军，如果本王说本王要娶阿言，你可会阻止？什么？江鹤也犹如雷击，傻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白月，属下在，主子有什么吩咐？我要你去杀了宁云川。主子还请三思，如果杀了云王的话，你之前的忍让就白费了。替江姑娘报仇的话，可以用其他方式，让云王痛苦的方式有很多种，没必要杀了他。见宁衍虽然皱着眉，但是没有发怒。有时候死是最畅快的一件事，既然是让江姑娘出气，那就做一件让她舒心的事情就可以了。主子，属下觉得不如废了云王的尊严，这样江姑娘高兴了，云王还不敢发作，甚至会极力保密这件事，岂不是一举两得？
愚蠢，真是太愚蠢了。母妃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儿臣就真的罪过了。你还知道本宫生气？你今天做的事情简直就是要把本宫气死。本宫看你真的是被江之苑那个狐妹子迷住了，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么愚蠢的事情你脑子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就是个义女，她的价值怎么会有月儿的大？陷害她就陷害她了，她还能怎么办？我就不相信江鹤也真敢把这件事闹大。本宫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儿子？江之月的父亲是谁你不知道吗？将军府究竟是谁做主你也不知道吗？江百言再怎么样那也是将军府当家做主的将军一女，身价是江之月能够相比较的吗？不想着和江百言缓和关系，反而把你们之间的关系弄得越来越僵。你究竟有没有想过要坐上那个位置？江鹤也这么说也是你的前岳父，他手中的势力有多么强大你不会不清楚。现在好了，彻底把人给得罪了，以后你再要想他的支持你就做梦去吧。你若是真不想要那个位置，本宫去和你父皇说，趁早给你弄块封地，赶紧滚吧。母妃，儿臣知错了，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都听你的。母妃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我改，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可别气坏了身子。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那个位置不管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明白吗？儿臣明白了，儿臣以后一定改。儿臣回去后一定去找江百言道歉，去找江鹤野道歉，一定会求得他们原谅的。按照今天江鹤野的态度，明天他应该会把这件事情捅到你父王那里去的。明天看看情况再说，若是情况不利，把这件事全部推到江之月身上就行。胆小鼠辈，别跑！不好，是调虎离山之计。这个人明显就是故意引我离开的，他们的目标是云王。王爷，王爷，王爷的东西都被人切走了，臣也只能替他止住血，根本就医治不了，还请姑娘放我离开，我保证不会在别人面前吐露半个字。你胡说，你肯定是在胡说八道，庸医，你个庸医！你告诉本王，你是不是宁眼派过来的，就是为了看本王的笑话？王爷，你先冷静一点，冷静！你让本王怎么冷静？本王就要变成一个阉人了，你还让本王如何冷静？他刚踏出房门，一把匕首就插在了他的后背上。阿言，你告诉父亲一句实话，你和誉王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你以后有没有打算嫁给他？阿言，你是个独立坚强的孩子，你想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止，唯独这件事儿，我想我需要给你一些建议。一入宫门深似海，我想让你过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你若是真的和誉王在一起了，那么你以后的生活注定是一地鸡毛。皇宫是什么地方？有命进，却不一定有命出啊。父亲放心吧，我现在还没有达到喜欢的地步，最多就是觉得还挺不错，不是非他不可。父亲，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有辞官的想法，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要变天了！江鹤野，你给我出来，赶紧出来！江鹤野，你的脑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为什么要请辞？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这么多年，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了？江鹤野，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是吗？小时候若不是我细心照料你，你能活到今天吗？怎么，如今你有能力有出息了，就不认我这个母亲了？二娘，你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你细心照料过我呢。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还是能做主的。这个将军位置是我用血做上来的，我不想做了，谁也没资格拦我。你大逆不道，你真是气死我了！你这么做了，将军府还是将军府吗？这府里的众人可怎么办？哎呦喂，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你这么做有考虑过将军府的未来吗？将军府后面住着的这么一大家子，这些人可怎么办才好？二娘，你是不是忘了，这将军府是我的，而那些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将军府不是应该只有我和阿言两人吗？父亲该不会是要把老夫人一家赶出去吧？江鹤野，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将军府只有你们父女二人，其他这些人不是你的家人吗？你这么做这么说，岂不是让所有人寒心了？字面上的意思，如今我不做将军，要卸甲归田了，所以还请二娘带着你的人全部滚蛋，别赖在我家。二娘，本来这件事我打算明天说的，既然二娘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搬出去，那就赶紧准备准备离开吧。
说实话，将军府并不欢迎你们。出来吧，又不是第一次来了，誉王还害羞了吗？主要是阿许想你了，所以带他过来看看你。娘亲，让你受苦了。阿许现在还小，没办法保护你，但你再等等，等阿许长大了就可以保护你了。好，我等阿许你长大了保护我。娘亲你放心，等我长大了绝对不会放过欺负你的这些人的。不过在我长大之前，希望娘亲可以允许父王代替我保护你，好不好？宁琰回了个眼神，表示自己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娘亲，你不用看父王，这话是我自己想要说的。阿许就是心疼你，你这次被伤得这么严重，若不是大将军及时赶回来，你连小命都快没有了。所以以后有什么事记得告诉父王一声，可以让他在我长大之前好好保护你。娘亲不疼，阿许会陪着你的。阿许乖，娘亲不疼。小凤儿呢？没跟着一起来吗？娘亲你放心，妹妹在王府玩得可开心了。前天让钟浩大伯过来这边，小凤儿见他就喜欢，跟着他去玩2天还没回来呢。去了也好，不知道我受伤的事情，他也不会伤心难过。娘亲，我跟你说啊，你的仇白允哥哥已经替你报了，不能人道又是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询问白允，对方都不肯告诉他答案。想来想去，也只有娘亲能给他一个回答了。想了一会儿，也没想好要怎么跟宁许解释。这是尊严问题，比死了还难受。他就是你如厕的地方，所以阿许以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就算是男孩子，咱们也不能让人占了便宜，对不对？阿许听娘亲的，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但娘亲也要好好保护自己。父王很担心你，一整2天就吃了1顿饭，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娘亲，等下我陪着青烟姐姐做饭，你可以劝劝父王，让他多吃一点吗？好，娘亲答应你，一定劝你父王好好吃饭。不过你可不要向你父王学习，不管什么时候好好吃饭都是很必要的，明白吗？好，答应你。那我出去找青烟姐姐去了。宁许走后没多久，宁琰就进了房间。宁云川的事情，谢谢你。如今可好了，江之月不孕不育，宁云川又是个太监，他们夫妻2人之间算是彻底无后了。这件事真的是比杀了宁云川还大快人心。不用客气，这是我该做的。你还疼吗？好多了，我是神医，这点小伤没什么问题。这次的事情，他若是不找机会还回去，他就不是江穗婉。说起来，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才对。如果不是为了救宁许伤了根本，有内力在，江穗婉根本不可能伤得这么重。不用介怀，阿许既然叫我一声娘亲，那他就是我的孩子，救他我是心甘情愿的。青烟姐姐，我父王要是再不主动一点，我都怀疑娘亲不用别人抢就会跟着别人走，实在是父皇太无聊了。我现在真希望父王能够话痨一点，至少这样就不会出现僵局了。小世子，你忘记王爷是什么了呢？他这样才正常好不好？要是他突然变得话多起来，那肯定会吓死人的。你们在干什么？青烟和宁许被吓了一跳，转身看到江鹤野。奴婢见过将军。外公，我是阿许。听到外公这个称呼，愣在原地回不过神来。外公这是不喜欢阿许吗？为什么都不同阿许说话？你是誉王府的小世子，对吗？对啊，娘亲是不是给外公你介绍过我的存在了？看来娘亲也是疼爱我的，认可我这个儿子的，都把我介绍给自己最亲的家人了。外公只是有些震惊，并不是不喜欢阿许。阿许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对吧？外公喜欢阿许就好，阿许也特别喜欢外公。外公很喜欢阿许的不过现在外公要进去看看你娘亲，你先和青烟出去玩，怎么样啊？外公，我父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虽然不爱说话，有时候严厉了一些，但他是真的喜欢娘亲的。这2天他为了娘亲的事情一直都心情不好，饭也不吃，所以外公你能不能不要责怪父王偷偷跑过来看娘亲？人小鬼大，外公知道了，不会为难你父王的。快去玩吧，将军府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让青烟带你四处转转，看上什么喜欢的，直接给外公说，都给你。好的。小孩子嘛，有了更感兴趣的事情，自然会忘记之前的事情，所以宁许立刻就把父王抛之脑后，跟着青烟离开了。我父亲就要进来了，你不打算离开？他好像是误会些什么了。宁言本来就有些紧张，听了江穗婉这话，就
就更紧张了。然后他就继续冷着脸站在江穗婉床边。誉王殿下不请自来，还进入我女儿的闺房，这多少有些不合适吧？不觉得？江穗婉注定会是他宁衍的夫人，她只不过是提前使用了丈夫的权利而已，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为什么要害怕江鹤野呢？江鹤野盯着他，像是要把他身上盯出窟窿来一样。父亲，你怎么过来了？老夫人那边什么情况？阿言，你就放心养伤吧，那边的事情不用你操心，我忙得过来。父亲，你就不用隐瞒我了。高嬷嬷来过了，说是老夫人不愿意搬走，装病了。这样一来，她就变成了弱势群体。你若是还继续让她离开，你就会成为别人口诛笔伐的存在。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不妥。你先放着他们不管，等我好了再说。你有什么好主意？父亲，你就别问了，这算是个秘密。等我好了，我去把人给对付了，你就知道了。看着对方像个门神似的站着不动，他就非常不爽。誉王殿下，天色不早了，臣觉得你应该回去了。可他低估了宁衍，对方还真是厚脸皮，说不走就不走。誉王殿下的脸皮还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阿言，你告诉我，小世子是不是你和誉王的亲儿子？不是。父亲，你别冲动，那真不是我儿子，我就只有小凤儿一个女儿。阿许只不过是幼年丧母，渴望母爱，然后又恰好喜欢我，所以才叫我一声娘亲的。江鹤野现在根本听不进去江穗婉说什么，他只知道宁衍说是，加上那个孩子的确与江穗婉十分相似，所以他就认定那个孩子是他们两人的。江穗婉解释，不过是因为怕他生气。誉王真是欺人太甚，让我女儿替你生孩子，却不想负责，还把小凤儿一个人丢给他，真当我女儿没人可撑腰吗？我今天就要给我女儿讨一个公道。两人就在房间里打斗了起来。你们别打了，阿许真不是我亲儿子。父亲，你要相信我的人品，小凤儿她爹是死了，早死了，真和誉王没关系。我也是这次来京都才认识的誉王。还维护他，这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人。小凤儿和小世子的那双眼睛跟你的一模一样，还说不是？他俩年纪相仿，这誉王当真无情，一对龙凤胎，把儿子带走，把女儿留给你，算什么男人？这只不过是江鹤野的猜测，但是宁衍却当了真。白允不止一次同他说过，小凤儿和宁许的眼睛很像，只不过他没放在心上。现在连江鹤野也这么说，那这件事就有可能是真的。那么小凤儿还真的有可能是他的女儿，而江百言应该就是4年前葬身火海的江穗婉。看来有些事情不得不好好调查了。父亲，不是这样的，你真的误会了。江穗婉心里有些难过，小凤儿的确有哥哥，只不过那个孩子被江之月带走了，落到江之月手里，他能想象到那个孩子的下场是什么样的。不是这样是什么样？你就是处处维护这个没良心的男人，出手越发狠厉。父亲，冷静一点，一定要冷静一点。江鹤野怕再待下去会被气死，只能拂袖离开。你没事吧？你就算是想保护我，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下不为例了。你关心我的前提是你自己要健康。他刚刚那么做，一点关心宁衍的想法都没有，他只是担心父亲会惹恼了宁衍，然后受伤。誉王殿下，我父亲他也是关心我，所以才会对你出言不逊，还请你不要责怪他，他只不过是爱女心切罢了。不会的，你的伤没事吧？我让尚好过来看看。没事，我自己就是大夫，就是伤口被扯开了而已，不打紧，不要让他过来了。宁衍在这里，他是一点都过得不安生，可又怕得罪宁衍，只能保持沉默。宫里来人了。听到宫里来人了，宁衍还是乖乖的走到他的轮椅上坐着。这个虚伪的男人，真不知道女儿看上他什么了。这个时候他是完全不承认，以前还挺佩服誉王的，觉得他有勇有谋，有帝王之相。誉王也在，老奴参见誉王殿下。起来吧，不用管本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侯爷不用跪了，江姑娘也不用了。皇上说了，姑娘有伤在身，下跪不合适。江鹤野接旨。臣江鹤野接旨。但江鹤野还是老老实实的跪了下去。江穗婉也准备起身下跪，可宁衍按住他的后背，让他动弹不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将军江鹤野为国立功无数，今册封为一品忠烈侯，黄金1000两，良田1000亩，钦此。臣谢主隆恩，吾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辛苦公公跑一趟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以后进宫和皇上叙旧还要麻烦公公多照顾。侯爷客气了，这都是咱家该做的。对了，皇上还有口谕是给江姑娘的，知道姑娘受了委屈，陛下特意派咱家把宫里最好的祛疤膏拿了过来，还赏赐了很多稀罕玩意儿给姑娘解解闷儿。臣女谢陛下惦记，麻烦公公跑一趟了。姑娘放心，云王那边咱家等下就去传旨，王妃被贬为妾，王爷也被禁足3个月，罚俸禄1年，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这可是位了不得的姑娘，之后说不定会一飞冲天的。好了，咱家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就先告辞了。公公别着急，留下来吃顿午饭再走吧。侯爷不必客气，咱家等下还要去云王妃那儿宣旨，就不耽搁时间了。对了，陛下亲自给你提了一块匾，咱家已经吩咐人换上，侯爷留步吧。誉王殿下，你还不回去吗？臣这里只不过是一些粗茶淡饭，不适合你这万金之躯啊。山珍海味吃多了，偶尔吃点粗茶淡饭也不错。本王还没恭喜侯爷呢，恭喜你如愿以偿，得以脱身。这件事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宁眼能够猜出来，也算是比较厉害的。父王，你和外公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外公是娘亲的父亲，是你最不能得罪的人。你要知道，娘亲只有那么个父亲。你若是真让他不喜欢你了，以后就算你感动了娘亲，那娘亲是不是也得听外公的？外公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不允许娘亲嫁给你，肯定会抗争到底。而娘亲绝对会站在他那边，这样一来你就娶不了娘亲了。哼，他敢！本王是皇子，他敢不把女儿嫁给我？宁许感觉自己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担，就他父亲这样，追妻之路简直就是路漫漫。他要是不帮忙一下，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娘亲变成自己真正的娘。父王，这就是你不对了。天大地大，父母最大，娘亲肯定是听外公的。至于你拿身份压外公，外公会在乎吗？这次云皇叔的事情你还没明白吗？外公根本就不怕这些，高人都是有脾气的，外公也不例外。就算外公真的斗不过你，迫于无奈把娘亲嫁给你，但经历了这些事情，你觉得娘亲还会真心想和你在一起吗？她只怕是恨不得杀了你吧。况且在相斗的过程中，万一出了些什么意外，娘亲不想杀了你就不错了，你觉得她会嫁给你？宁眼不得不承认，儿子说的很有道理，但就是太有道理了，才会让他觉得很难受。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懂得这么多？该不会是随口胡诌忽悠我的吧？就你整天像个木头似的，连个靠近你的女人都没有，不懂这些情情爱爱的很正常。父王，你就听我一句劝，和外公打好关系，要娶娘亲这件事就成了一半了，听我的准没错。宁眼还是决定不该相信他，就这年纪也实在是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白玉皇爷，这次的事情我觉得小世子说的没错，哪有娶人家姑娘还同老丈人弄得像仇人似的，打好关系很重要。听到白云语气中掩藏不住的笑意，宁眼有把这两人扔下去的冲动。看来我是真的要改变一下和江鹤野之间的关系了，也不知道处成兄弟那样算不算可以。罢了，想那么多没用，下次直接问江鹤野好了。不是，谁啊？痛！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样了？还疼吗？是不是阿许出事了？他怎么了？是毒发了还是怎么了？不是，你放心，阿许很好，是皇祖母出事了，我只信得过你，所以想让你去看看。他怎么会不舒服呢？没按照我之前的嘱咐好好吃药吗？不是，宁云川那个蠢货今天进宫了，不知道和皇祖母说了什么，就把皇祖母气晕了，然后就一直没醒过来。我知道你身体没有恢复，但我只信任你，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尽力治好皇祖母，你有办法的，对不对？自然是有办法的。太后娘娘有可能是没好好养伤，导致伤口恶化了，重新补救一次就可以了。韩言，谢谢你。说起来，这件事也怪我，你让我关注皇祖母的情况，是我不够细心，都没发现她的异常。臣女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见过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见过贵妃娘娘，娘娘万安。江穗丸本来要去行礼的，但宁眼死死地抱住他，不让他下地，他只能在尴尬中给众人行礼。上次来宫里匆忙，朕都没有给你好好打招呼。前几天
天的事情委屈你了，以后有什么委屈直接给朕说，没事常来宫里坐坐，就当是家里，别客气。陛下已经赏赐过了，那这些委屈就算是过去了，臣女不会放在心里。你好了，先救人要紧，废话那么多。看来誉王很担心这个姑娘。皇后明白他的意思，也跟着附和的笑了笑。皇上可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听说这江百言相貌丑陋，还不知检点，未婚就带着个4岁多的女孩，这样的人做皇家儿媳可要不得。妹妹这是哪里道听途说的乱七八糟的话呀？这江姑娘丧夫，独自带着一个女儿长大本就不容易，怎还平白无故被世人无端猜忌诋毁呢？到宁远抱着江穗婉进来，宋蓉蓉嫉妒的都快发疯了，但知道场合不适宜，只能强行忍住。王爷，你来了。江姑娘来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规矩我们都懂，这就出去，还不滚？王爷，我留下来可以帮助到江姑娘的，太后的病情我差不多了解了，就算江姑娘不来，我也能治好的。你确定？确定。既然如此，这里就交给你，若是皇祖母出了什么差错，就让你整个国公府陪葬。臣女知错了，臣女这就告退，不打扰江姑娘治病救人。还请你尽力一试，一定要治好皇祖母。誉王，用这种方式给太后治病本就冒险，还进行2次，你确定不会有问题？放心，这件事有我，你尽管救人，命比较重要，其他的都是虚幻的。你们不是最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吗？你既然知道我会怎么给太后娘娘治病，为什么还同意？这是生活在安乐中的人才会有的垃圾思想。边关战士谁身上没有伤？要按照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他们都不应该活着，受了点伤就应该直接去死好了。放心去做吧，有我在，任何人也不能伤害你。你没事吧？强忍着疼痛做完这一场手术，江穗婉是真的累，真的痛。宁言，我好累，我想睡觉。好，我带你回去睡觉，辛苦你了。皇祖母已经没事了，我要带她回家休息。臣女江百言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江百言，你可知罪？皇上，臣女不觉得自己有错，在臣女看来，救治太后娘娘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能让她老人家健健康康的活着，用什么方式救人都可以。皇上，你觉得世俗的眼光和太后娘娘的身体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江百言，就算你是为了太后身体考虑才敢如此放肆，为何不同陛下商量，私自做决定？太后到现在也没有醒过来，谁知道她身体究竟是怎么样的？你拿太后的凤体胡作非为，该当何罪？娘娘，这件事臣女同誉王殿下商议过，王爷答应了，臣女才敢动手，不然就是给臣女10个胆子，臣女也不敢做这件事。就算是誉王知道了，你也不该如此放肆。你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不清楚吗？娘娘，臣女乃是百草谷谷主，世人称之为鬼手神医，臣女不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医术比臣女厉害之人。你说你就是鬼手神医？没错，臣女就是鬼手神医。江湖与朝堂一直都是对等的势力，只不过是不同阵营罢了。他是江湖中人，又是百草谷的谷主，皇上就是想要惩罚他，也要掂量掂量。你说你是百草谷的谷主，你就真的是他了。你说你是鬼手神医，有谁可以证明？本宫和皇上为什么要相信你的一面之词？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皇后娘娘，2年前你曾派人出宫找过我，想让我进宫为你医治，只不过我拒绝了。这事你应该还记得吧？皇后什么时候去找过鬼手神医？朕怎么不知道？臣妾，他想要孩子的心思，皇上是明白的。现在故意这么询问他，反而像是故意羞辱他的意思。他不想让外人知道，他身为一国之母，却是个不怀孕的女人。这是我百草谷信物，陛下和娘娘就算是不相信我的身份，总不会不认识这信物，对吧？百草谷在江湖中的地位很高，整个谷中皆是学医之人，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欠着他们的人情，一旦处罚了他，势必会引起混乱。江百言，你是在威胁朕？你认为朕不敢对你动手是吗？陛下误会了，臣女说出身份只不过是想让你们放心，以臣女的医术，太后娘娘绝对不会有事的。臣女知道自己的救人方式有些大胆，可不管是哪种救人方式，重点都是把人救活，不是吗？那为何太后一直不醒？太后娘娘年纪大了，身体当然比不上年轻人，醒得慢一点也是正常的。陛下若是不信，可以再等等看，看臣女有没有撒谎。好，就依你所言。李公公，
请江姑娘去天牢坐坐吧，等太后醒了，让她自己决定要不要惩罚你，如何？陛下这就原谅他了。朕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救人要紧，况且他是百草谷的人，百草谷不归朝廷管，若是真的动了他，只怕是会引起江湖人士的不满。如今西域蠢蠢欲动，再招惹江湖人士，那就真的是内忧外患。皇后看不明白这件事吗？是臣妾愚笨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等母后醒来再说。香姐妹妹，你没事吧？宋姑娘怎么来了？说吧，你来找我做什么？是来看我笑话的话，你可能要失望了。香姐妹妹说笑了，我就是来关心一下你。听说你被关进大牢，我担心你在里面过得不好，所以来看看你。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不需要别人担心。宋小姐究竟是来看我的，还是来看这些人有没有死掉呢？香香妹妹，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我什么意思？你怎么会不懂？究竟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恐怕你心里最清楚吧。行了，你的目的达到了，可以离开了，别影响我休息。你就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抓来这里吗？我已经知道了。不，你不知道真相。你给太后治病用的是什么方法？除了你，还有谁会知道呢？这件事会被皇上知道，你觉得是谁说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许从一开始你就只是被利用的对象也说不定。你的身份利用起来可是十分顺手的，能够挑起江湖与朝堂的纷争，多好。宋蓉蓉说的话很明显就是在说宁琰就是利用她的那个人。给太后治病这件事只有太后她宁琰知道，如今太后没有清醒，她又不可能自己出卖自己，那说出去的人最有可能就是宁琰。宁琰若是真的关心她，只怕是早就来看她了，可是却到现在也没来，这就说明宁琰根本不担心她的安危。不过她最在意的还是宋蓉蓉的那句话，宁琰爱的人是宋蓉蓉，因为身份特殊不想连累宋蓉蓉，所以把她拉出来当作挡箭牌的，这个可能是最不成立的，因为他深知宁琰有多讨厌宋蓉蓉，可他就是忍不住，甚至在脑海中脑补出了宁琰和宋蓉蓉之间的爱恨情仇是什么样的，至少也得有几万字，差点就大结局了。姑娘，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那个女人是不是和你胡说八道了？没什么，他们都没事吧？没什么大事，一点皮外伤而已。不过姑娘，你的药是真的好，上药之后他们的血就真的止住了，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就毕竟是我连累了他们，还好没有伤亡，不然我真的是难辞其咎了。别碰我，恶心！一想到宋蓉蓉说的话可能是真的，江穗婉就特别反感宁琰的接触。江穗婉刚刚脸上的那种嫌弃的表情让她觉得很受伤。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被带入天牢，我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人来杀你，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对不起，但这次却是真心真意说出来的。他觉得江穗婉就是在责怪他没有保护好他。猫哭耗子假慈悲，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你刻意算计的呢？誉王殿下，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斗不过你，也做不了你手中的棋子，你就放过我吧。我帮你救人，你害我入狱，差点死在这里。虽然不公平，但也算是两不相欠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你究竟怎么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害你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被带入了宫里，我知道了就急忙赶过来，可还是来晚了。宁琰有些慌了，在听到江穗婉要和自己保持距离之后，宁琰就慌了。虚伪！你誉王是什么手段我不清楚吗？只怕是李公公刚到我府上，你就收到了消息，不来救我，只不过是觉得我这颗棋子没用了，可以放弃了。只不过你现在又来找我是为了什么？是你的心上人又遇上了什么麻烦，需要拿我来当挡箭牌吗？你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心上人？我的心上人不就是你吗？你还在撒谎！宋蓉蓉都来告诉我了，你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情相悦，你是为了保护她才故意说喜欢我。我江百言不需要别人施舍的爱，更加不想成为别人的替身。誉王殿下喜欢谁就找谁去，别来招惹我。你放心，从这里出去我就会离开京都，天大地大，自有我江百言的容身之处，我绝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更加不会打扰到你们，我会彻彻底底消。听到他要离开京都，要离开自己身边，要永远消失，宁琰就害怕了，他就觉得心脏疼得厉害。震惊之下，江穗婉愣是忘记了把他推开。
宁烨，你疯了吧？你刚刚是因为宋蓉蓉跑来和你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所以生气吗？江穗婉会因为宋蓉蓉生气，那是不是证明她心里也是有我的？你在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和你生气？誉王殿下，你利用我，还要你青梅竹马的恋人来嘲讽我，现在你又来羞辱我。我告诉你，我是没有了内力，但是不代表我可以任由你欺负。惹急了我有的是办法杀了你。你听我说，我没有利用你。宋蓉蓉会来找你这件事，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身体不好，不要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你若是因为这件事不高兴，我现在就去杀了宋蓉蓉，只要你开心就好。宁烨耐心地哄着他，这个画面若是让外人看见，只怕是会惊讶到掉下巴。太后的治病方法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不是你说的，皇上怎么会知道？宁烨倒是想起来，自己回太后宫里时撞见了慌慌张张的宋蓉蓉，想来那个时候宋蓉蓉就是偷偷进去检查太后身体的。她想做的是借刀杀人。为了解除江穗婉对自己的误会，宁烨只能把回去遇上宋蓉蓉的事情说了一遍。阿言，我喜欢的是你，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什么，你要相信我。就算有什么事情我暂时瞒着你，你也要相信，或许是那件事情还没有到说出来的机会，等时机一到，我肯定会解释给你听的。听到江穗婉在天牢之中被行刺时，他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一种无力的慌乱感蔓延在他的心上，似乎要把他的意志摧毁。哪怕是第一次上战场指挥千军万马时，也没有过这种慌乱。宁烨跟他表白这种事情，他做梦都没有梦到过，这突然间就实现了，他感觉挺不真实的。阿言，我想要个可以光明正大保护你的理由，所以我们成亲吧。以前你说我不爱你，所以你不愿意嫁给我，如今我爱了你，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我了？对了，今天来杀我的那些人使用西域那边的毒药盐羹自杀的，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想来不是杀手购买了西域的毒药，就是杀手是西域组。不过我更偏向这是一个西域的杀手组织。事情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西域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呢。这次出去之后，我还是回百草谷了。你们宁家感觉要变天了，这京都接下来只怕是不好待了。谁都可以离开京都，唯独你不可以。阿言，我可以允许你拒绝我，不嫁给我，不允许你离开我，为此我是可以用一些手段的。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你来这里不是接我出去的吗？早上的事情没吓着你吧？有可能是因为宁烨也在，皇上又恢复了他温润如玉的笑容。多谢皇上关心，臣女没事。不知太后娘娘可有醒过来？已经醒了。昨晚的事情是朕没有调查清楚。你说的对，和生命比起来，治病的方法不必那么较真了。你医术这么厉害，有没有兴趣留在宫里做个医女之类的？他没兴趣。既然皇祖母已经没事了，这件事也过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我们就这么走了，没问题吧？那怎么说也是天子，不给他面子不太好吧？没事，你重要，你放心。刺杀你的我会很快查出来的。等这件事解决了，我就带你去找治病的药。等你功力恢复了，咱们做什么事都能放心一点，也没有这么畏手畏脚了。慢慢来吧，这件事也急不来。放心吧，我已经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只是暂时还没有准确的位置。等准确位置打听到了，我立刻就带你过去。无论如何，我要你健健康康的。娘亲回来了，小凤儿好想你。就飞扑进宁烨怀中，说着想他的话，却扑进宁烨怀中。谁能告诉他这是什么道理？还有他的女儿什么时候和宁烨的感情这么好了？宁烨的高冷人设呢？接触洁癖呢？为什么能那么自然地把小凤儿抱在怀里，就像是之前已经练习过千百遍一样？小凤儿，娘亲，小凤儿真的好想你的。说是真的想我，怎么会抱错人？娘亲，小凤儿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才没有扑你的。娘亲，你放心，你在小凤儿的心中永远是第一位，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你。知女莫若母。江穗婉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小凤儿还是看出了她的小情绪。算你有点诚意。周浩大哥，小凤儿调皮，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百言，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救了我娘，你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你若是不嫌弃，以后我就拿你当妹子了。至于小凤儿，我娘非常喜欢她，都舍不得让她走。那就好，进去再说吧。九九，你说我娘亲和王爷叔叔是不是快要好事成双了呀？小丫头懂得真多。小凤儿，你不是想小哥哥了吗？快去找他玩吧。这次的事情你们准备怎么做呢？这件事就让白允去调查清楚比较好。京都接二连三出现西域那边的东西，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件事我去调查吧，只是那些人都死了，调查也没有个方向。钟大哥，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毫无线索，有一个人或许会成为突破口。妹子，你快说说，从哪里开始调查？宋蓉蓉。宋蓉蓉可能和西域人有关，这一点宁烨可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女人又蠢又笨，怎么都不像是能做探子的人。是这样的，今天在天牢的时候，我们差点就抓住了那些杀手，可后来他们服毒自尽了，而他们刚死，宋蓉蓉就过来了。当时
是就是宋蓉蓉一个人过来的。天牢这种地方，宋蓉蓉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世家小姐，怎么可能那么熟悉，那么轻易就能自己找过来了？妹子，你放心养伤，这件事交给我去调查就好了。我在这边属于新面孔，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调查起来方便。王爷不会怪我把目标引到你心上人身上吧？我的心上人是你，别人的死活与我何干？我要休息了，你去忙你的吧。好。皇祖母醒了，她想见见你，你可以陪我去一趟皇宫吗？可以呀，我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就去吧。其实今天晚上我经历的是2次暗杀，一次是准备给我投毒，计划失败后就跑了。人虽然被抓住了，但是自杀了。他自杀的方式与西域那些杀手的不一样，所以我怀疑他们不是同一拨人。你是说今天有2拨人对你下了杀手？是的，不过下毒的是谁的人我并不清楚。后来我检查过了，那毒是枯叶黄，无色无味，这种剧毒南疆那边居多，并不难求，所以来源并不清楚。总会查清楚的，一件一件的我都会查清楚的。他们这是……请罪，我们进去吧。欺人太甚！火气这么大，是欲求不满吗？此话一出，宁云川夫妇皆是变了脸色。他2次毁容之后，宁云川就彻底变了，他再也没去过他的房间。唉，这夫妻2人的眼神都很吓人。看来是真的欲求不满了。也是，这宁云川都变成了太监，还能让江之月满足，那才有鬼。臣女江百言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你这孩子不用行这么大的礼，阿言还不赶紧扶他躺下。太后，臣女站着就好了。其实他的伤已经好了大半。你这孩子，让你躺你就躺。上次你匆匆一来，我老人家还没同你好好说说话，多少有些遗憾。说起来，这件事也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早点同皇帝说清楚，这样你就不用委屈入狱了。我听说你在牢中被人刺杀，可有吓到了？多谢太后你关心，不过我没事。太后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我们这种混迹江湖的人，这种情况遇到多了，自然就不会害怕了。你还是个孩子，就经历了这么多，真让人心疼。好孩子，以后常来宫里坐坐，我保护你。你要是不介意，就同阿眼一样，叫我一声奶奶就好。谢谢太后。好孩子，别难过，以后有奶奶陪你，奶奶就是你的靠山。奶奶听说你的那个堂姐总是欺负你，还到处散播你的流言蜚语，你放心，奶奶不会放过她的。江之月欺负我这件事，不会是你也说的吧？多谢太后关心，我和堂姐之间就是一点小摩擦，我自己可以解决的。你呀，就是太善良，让人欺负了也不说。不过你以前没有靠山，说了也没有用，现在有奶奶给你当靠山，看谁还敢欺负你。谢谢奶奶。这就对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就先住在这里，我看还有谁敢来这里欺负你。好，那百言就多有打扰了，就先留在宫里，等奶奶你的伤口彻底恢复之后，百言再回去。奶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说起这件事情，我都佩服你这孩子，之前那些折磨我的痛苦真的彻底消失了。虽然伤口还有些疼，但和病痛的折磨比起来，这已经非常好。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了不得的医术，简直惊人。都是师傅教得好，在百言看来，什么治病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救人。奶奶，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会在宫里守着你，要想伤口好得快，你就要听我的，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这次都听你的，你说的对，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说什么都是假的。从鬼门关走了2趟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是想好好活着的。儿媳给母后请安，母后福寿无疆，还福寿无疆呢，哀家只怕是活不了多久，就会被你的好儿子给气死了。母后放心，儿媳一定会好好教育云川，保证让他以后不再犯错。他母家势力强大，太后也不会做得太过火。起来吧，你就不用行礼，打个招呼就可以了。这太后的话他不能不听，可贵妃的颜面他又不能不顾，万一贵妃把这件事算在他头上，过后给他穿小鞋也是非常麻烦的。江姑娘身上有伤，好好养伤才是。说起来这件事也是本宫的错，没有教育好儿子，让你受了委屈。这件事皇上已经派人带了赏赐给臣女，臣女已经收下，就代表着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请贵妃娘娘不要放在心上。江姑娘是个识大体的好孩子，你放心，让你受了委屈，本宫一定会让云王妃给你道歉呢。知月还不给江姑娘道歉，她
原谅你是因为他大度宽容，你犯了错自然要道歉。母妃，闭嘴，让你道歉就道歉，快点。母妃，儿臣没错，为什么要道歉？见江之月竟然敢顶嘴，胡贵妃转身看着他，眼神冰冷。好，很好。行了，你们的家事你们回去处理吧，以后你们都不要过来了，让哀家安生的活几年就好。不过哀家听说这云王妃在忠烈侯府时就经常欺负小妍，这样的消息以后哀家要是再听到，就不会轻易放过了。母后放心，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百言这孩子，儿媳一见就喜欢，以后谁敢欺负她，儿媳一定会保护好她。这个女人好几次都想杀她，此时还弄得这么虚伪，不过是敷衍太后罢了。皇祖母，知月没有错，知月不同意休妻，知月的脸就是江百言毁的，为什么不惩罚她，反而要惩罚知月呀？就算她做不成云王妃，她也不会让江遂婉好过。住口！这个蠢货，难道看不出来太后对江遂婉的喜爱吗？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儿臣没错，为什么要住口？儿臣就是没错，这对儿臣不公平。明明做错事的不是儿臣，为什么要让儿臣来承担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江百言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别被她的表面蒙蔽了，她根本就是个不知检点的女人。私生女都有4岁多了，谁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生下来的？下次再敢胡言乱语，本王将你碎尸万段。宁琰，你什么意思？本王的王妃，你说动手就动手，不然呢？誉王殿下，本宫知道你功勋卓然，已有天下之主的气势，但也不应该把本宫如此不放在眼里。那个位置你毕竟还没有坐上去。本王说了，毒是本王让人下的，以后谁还敢胡说，这就是下场。好，真的是好得很。誉王真有天下共主的架势，本宫都不放在眼里。希望誉王可以一直这么嚣张下去，要好好活着，才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宁云川，我们走。你为何不给胡贵妃面子？小心她报复你。无所谓，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情，他也不会放过我。你还是小心点吧。胡贵妃的父亲是当朝太傅，朝中的1半以上的文官都是他的学生。哀家知道你父皇身体越来越不好，可能是撑不住了。自从你大哥薨逝以后，就一直没有立太子，你和宁云川之间少不了争斗。皇祖母放心，我会自己小心的。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情，胡贵妃也不会放过我。关系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行吧，你们俩下去休息吧。皇祖母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的事情想必你自己有考量。臣女告退。废物，被一个女人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用？本宫真不该把你带回来，你就应该死在冷宫里。本宫好心去帮你们，你这个王妃倒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本宫作对，我真想杀了宁云川。本宫警告你，你若是不休了这个贱人，本宫就不管你了。从今以后，你是死是活，本宫绝对看都不会多看你一眼。这扶不上墙的烂泥，别浪费他的心血。母妃，儿臣知错了，可这些年来一直都是月儿陪着儿臣，儿臣可不可以不休他，就让他做个妾也行，把他留在我身边好不好？一脚踢在他身上，把两人都踢翻在地。滚！赶紧给本宫滚！警告他最好安分守己，否则本宫杀了他。娘娘，其实王爷重情也好，不是吗？娘娘想一下，王爷以后坐上了那个位置，难免会有些不受控制，但他是个重情的人，就好控制多了。只要拿捏住命脉，人就会乖乖听话。如此，那个蠢女人就给他先留着。不过宁琰那里，本宫可就不会放过他了。你回家一趟，把这边的情况同本宫父亲说一声，不能杀了宁琰，本宫也要让他不好过，这是他得罪本宫的下场。是，娘娘。我想着你在宫里要住几天，可能会很无聊，就带他们进宫来陪陪你。阿言来了，快过来。娘亲，你起啦！娘亲，你起啦！奶奶，抱歉，我起晚了。没事，年轻人多睡会儿是正常的。真好，这俩孩子就像一对龙凤胎似的，那眼睛简直和阿言的一模一样。以前没发现，太后这么一说，她还真发现宁许的眼睛有些像她。宁许，该不会是当年我那个被江之月带走的儿子吧？4年前，他和誉王根本就不认识，对方怎么可能会好心救他儿子，还费尽心思让孩子健康活了下来？
太后，女医宋小姐来了，说是来看看太后您好些没有。让她进来吧。女医宋蓉蓉参见太后娘娘，娘娘福寿无疆。起来吧。太后娘娘，后让臣女来看看您，看您恢复的怎么样了。不过有阿言在这里，哀家恢复的很好。江家妹妹的医术一直都是非常了得的，我一直对她非常的敬佩。臣女也想向江家妹妹学习一些医术，可总归是不太好意思。妹妹她似乎也不怎么高兴。宋蓉蓉的这点小把戏，她一眼就能看穿。蓉蓉，你怕是对阿言有什么误会喽？阿言才答应本宫要教太医们医术呢。宋蓉蓉的脸色有些尴尬，只好转移了话题。小世子也来宫里了吗？几日不见，小世子的气色看起来好了很多，个子也长高了不少呢。有娘亲日日夜夜在身边照顾，阿许自然是好得快，长得高。得意地朝宋蓉蓉笑了起来。他知道这个女人想嫁给他父亲，做他的后娘，做王府的女主人，不会让对方得逞的。是啊，江妹妹医术那么厉害，有她照顾，小世子自然是好得快。江妹妹的医术还真是厉害，小世子的毒无人可解，可在江妹妹的手上这么轻易就解了。江妹妹是提前知道这种毒的吗？娘亲肯定熟悉，娘亲是天下第一神医，有什么毒是她不懂。想要用挑拨离间这种方法针对江穗婉是不行的。是啊，江妹妹可是天下第一神医，医术自然是十分了得的。若是能跟在妹妹身边学习一下，我的医术应该也能上升一些。不知妹妹可愿意也教教我？想要接近誉王，就只能先接近江穗婉。蓉蓉啊，你给哀家说说，这阿许和小凤儿是不是长得很像？你看看这小眼睛，和阿言简直是一模一样。江穗婉真的是宁许的亲娘，她和宁琰4年前就把孩子生出来了。太后，厨房还给你熬药呢，臣女先过去看看。阿言放心，在奶奶心里，任何人都比不上你，只有你才是阿言的良配。孙儿也是这么想的。江百言，就是江百言，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我是真想跟着你学习一些医术的。你留在宫里照顾太后的这段时间，可以让我跟着你吗？我可以帮你打下手，我们可以一起照顾她，让太后早点痊愈。宋蓉蓉的这个算盘，她就是还没穿越过来，隔着时空都能听到。恐怕宋小姐一起给太后治病是假，想要借助我靠近誉王殿下，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是又如何？江百言，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是誉王的良配吧？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好。你跟着誉王，你能给他什么？你的江湖身份在皇室之中一点用都没有。你的父亲已经不是大将军，誉王根本就不可能真的和你在一起。就算他现在表现的对你很感兴趣，那也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王妃。同样的方式用一次就可以了，再用一次对江穗婉一点影响都没有。你知道宁琰为什么喜欢我，不喜欢你吗？因为我和宁琰才是一路人。我们谈的是感情，而你谈的是利益。宋蓉蓉，你打什么主意我不管，你想怎么喜欢宁琰我也不管，不过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看透了大家都尴尬。好了，你可以走了，治疗太后的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不需要你。江百言，你会后悔的，誉王妃只能是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他不知道自己最后能不能和宁琰走到一起，但宋蓉蓉是绝对不会的，毕竟三观不合的人是没办法在一起的。娘亲回来啦！你这孩子跟谁学的？怎么会有抱人大腿这种习惯？跟小哥哥学的。哥哥这么做，你就对他妥协了？那我也想这么做。你和小哥哥不一样，下次可不能这样了，知道吗？出什么事了吗？刚刚小凤儿风风火火地跑过去，说是你摔倒，她扶不起来，我以为很严重，所以就跑了过来。这孩子想干嘛？看来我还是要亲自去问问小凤儿，为什么要骗人？房门被2个小家伙拉上，随后就是落锁的声音。阿雪，小凤儿，你们俩这是做什么？2个小孩子并没有回答江穗婉的话，反而是笑嘻嘻地跑开了。把我们锁在房间里，又不说是为什么，这2个小屁孩在想什么呢？他俩干嘛？把门砸开吧。回头看了一眼宁琰，江穗婉有些明白2个孩子的意思了。早点睡吧，这是皇祖母的宫殿，砸坏了门可不好同他交代。在江穗婉看来，宁琰就是不想砸，就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别说是砸一扇门，就是砸一座宫殿，他也做得出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学人家当红娘，还用这么尴尬的方式？我真不知道，不过
我很喜欢。无耻！过2天等皇祖母好一点，我们就去找药吧。位置已经打听出来了。好，那我们过2天就走。胖伯伯，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了，这样就给了他们独处、培养感情的机会。只要感情升温了，他们离成亲就不远了。小哥哥说娘亲明天会不会有小弟弟？我听说男女是在一起会有小孩子的。宁许皱了皱眉，摇了摇头。这个问题他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娘亲，你怎么不开心？是不是怪父王带我们出去玩，没带你一起？没有，娘亲就是遇上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而已。娘亲不要不开心了，我跟你说吧，今天父王带我们去骑马了。父王说你身体还没有恢复，就让你好好在家休息。娘亲，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你说的那种策马奔腾的感觉，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小凤儿这是怎么了？回来的时候，妹妹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了，虽然父王及时接住了她，可她还是被吓到了。娘亲，都怪阿许不好，是阿许带着妹妹玩闹，才会让妹妹吓到的。不怪你，出去玩有风险是很正常的，这不是没受伤吗？吓到了很快就会好的。阿言，抱歉。这不能怪你，就算是我自己带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事的，只是吓到而已，过几天就好了。娘亲，我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的，不怪父王哥哥。你叫他什么？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宁许叫我娘亲也就罢了，怎么现在连小凤儿也叫你演父王了？父王啊，娘亲不喜欢我这么叫吗？那我可以叫他爹爹的。小凤儿，娘亲给你说过了，你的父亲已经死了，这个不是你的父亲，所以不可以乱叫，明白吗？娘亲，可是小凤儿真的好像有个父亲。娘亲，小凤儿真的好喜欢玉王殿下，你就同意让他做我的爹爹好不好？娘亲，你就同意了好不好？这根本就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好吧？娘亲，父王是真的喜欢妹妹的，他是不善言辞，但他喜欢你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让妹妹叫他爹爹呢？明明你都允许我叫你娘亲的。我别哭了，以后你想叫就叫吧，只要玉王殿下同意。我同意。娘亲，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我有爹爹啦！娘亲同意给我找个爹啦！宁言把人抱紧，总觉得心跳有些加快。我们一家4口终于在一起了，娘亲终于答应嫁给父王了，好开心，好开心！不是，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父王了？你都让妹妹叫父王爹爹了，不是同意嫁给他了吗？好家伙，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好啊，你们3个合起伙来算计我是吧？娘亲，你就算是现在明白了也没用，你已经答应了。大人做事情可是要一言九鼎的，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不是男子汉吗？为什么非要是男子汉？成年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吗？很晚了，你们父子俩该回去休息了，我也要休息了。娘亲，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合伙骗你。可是我们就是太缺乏母爱和父爱了，所以才想让你们成亲，让我和妹妹能有个完整的家。娘亲，父王那么爱你，你对父王也不是没有意思。既然两情相悦，那为何不在一起呢？端允哥哥说了，相爱的2个人就是要在一起的，这样才不算是辜负老天爷给他们赐的一段缘分。以后得让宁许离白云远一点，这孩子都被教坏了。就你知道的多，赶紧和你父王回去吧，我们要睡觉了。嘛，娘亲，我不等，我想和你一起睡。娘亲，你追门就好了，一定不会拒绝阿许的请求的，对不对？江穗婉真是服了，这宁许究竟是遗传谁？这撒娇本事让他招架不住啊！得了，一起睡吧，赶紧洗脸洗脚上床。好的，娘亲。你还不回去？阿言，我也想留宿，你不会赶我走的，对吗？可能是宁远的声音太具有诱惑力了，江穗婉竟然不用大脑思考，就直接点了点头。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宁远已经放开他，上床躺好了。我刚刚怎么就被美色诱惑了呢？不是，你睡床上，那我睡哪？这是我的床好不好？你就这么霸占了？我根本没地方睡，好吧？又不能让我睡地上吧？大半夜还不得把我冻死？你不是应该睡地上吗？作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
候，你不是应该展现你的绅士风度吗？为什么要睡地上？这床这么大，足够我们一家4口睡了。还是说你害羞，不敢上床睡？笑话，我怎么可能害羞？睡觉吧，你放心，我不会动你的。在我们成亲之前，我会尊重你的。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给你了？宁琰不给他多说话的机会，抱着他沉沉地睡了过去。睡了一半，他突然惊醒过来，因为他听到了小凤儿的哭声。怎么了？小凤儿可能是做噩梦了，人没有醒，但就是在抽抽搭搭地哭着。宁琰已经醒了，正把小凤儿抱在怀里哄着。看来宁琰是真的喜欢小凤儿，让宁琰做小凤儿的父亲，似乎也挺不错的。快睡吧，没事儿。小凤儿今天被吓到了，所以可能是做噩梦。你快睡吧。好，才重新把人搂进怀里，心满意足的睡觉。可能是相遇在怀，宁琰竟然做了个春色无边的美梦，让他又再次体验到了那种飘飘欲仙的快乐。宁琰，我要杀了你！这个混蛋说过不会动手动脚的，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江穗婉衣衫不整，宁琰在江穗婉动脚的瞬间就醒，只不过是配合的摔下床而已，看得宁琰眼睛都舍不得移动一下。流氓，无耻！他急忙把自己的衣服穿上，用眼神凶狠地瞪着宁琰。可他刚起来，打过哈欠之后，眼眶中还含着些许泪水，怎么看不像是凶人，反而像是在勾引人。一醒来就看到这么香艳的场景，忍的那叫一个辛苦。抱歉，我不知道。扒了江穗婉衣服这件事，他真的不知道啊，心里充满了遗憾。要是清醒的时候做了这种事，那该多好，至少手感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宁琰，你这个混蛋，你答应过我什么的？你说过不会动手动脚的，现在呢？抱歉，我真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但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我们可以立刻成亲的，你要相信我。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江穗婉用力推了宁琰几下，发现对方纹丝不动，他也就放弃了。太过分了！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不过你可以当我就是故意，就是有点可惜啊，没有清楚的记得手感是什么样的。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谁爱要谁要，反正他是不要了。江穗婉自己都没有发现，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更进一步了。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赫赫有名的誉王殿下也是这么的无耻。男人在自己心爱之人面前都会变得无耻的。阿言，昨晚真的挺可惜的，要不你再让我试试手感。反正在江穗婉心中已经够无耻了，那他就将无耻进行到底好了。得寸进尺，我还想再得寸进尺一些。咱们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所以就成亲吧。成亲？门外一大早来找宁琰的宋蓉蓉听到这话，他们居然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就是说昨晚他们已经同床共枕了。想到这里，宋蓉蓉眼眶立刻就红了。小姐，小姐你别哭，我现在就进去撕碎那个狐妹子的脸，让她不知羞耻的勾引王爷。别去，现在闯进去，那他宋蓉蓉的脸就真的丢得更大了。我们走。小姐，你在干什么？没什么，我来给小凤儿穿衣服吧。宁琰没有告诉江穗婉，刚刚门外有一个小丑在偷听他们的对话，那些话是说给江穗婉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宋蓉蓉听的。他不过是想让宋蓉蓉知道他的心意，知难而退罢了。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阿言，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你心里很清楚，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我们的性格相差太大，注定是没办法在一起的。我觉得我那天说的已经够清楚了，我们不适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不合适，就不要开始。这几天他也不好受，有些人长进了心理之后，想要把它拔出来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我不允许，我想过了，你和我在一起之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前我的想法是对你有些不公平，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我爱的人是你，那么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后。你若是想自由自在地飞翔，那我就为你打下一片天空；你若是累了，想找个地方歇息，那么我就陪你归隐田园，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和失去江穗婉比起来，什么都是小问题。我们在一起吧，我不会干涉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和那些女人不一样，我不能用那种对待那些女人的方式对待你。阿言，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一个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的身份。江穗婉没有回答，只是抱紧了他。江百言，看到皇后娘娘也不知道行礼，你就如此目中无人吗？臣女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姑姑，江百言看到你也不行礼，还打算转身就走，这岂不是太不懂规矩了？蓉蓉知道他父亲位高权重，也知道他
他深得誉王青睐，可这里是皇宫，你是一国之母，他如此轻视你，蓉蓉都看不下去了。臣女绝无此意，还请娘娘明察。我就是怕麻烦才想躲着这些人，没想到麻烦还是找上了我。这个宋蓉蓉还真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对付我。还绝无此意！你明明就是看到皇后来了还要走，还敢说自己绝无此意！江百言，皇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见了她都需要行礼，为何你不用，还想绕道就走？臣女绝无此意，还请娘娘明察。江百言，你可有看到本宫？未曾。要是他承认自己看到了皇后不行礼，那就真的洗不脱这个罪名了。这古代也没个监控什么的，他只要死不承认就可以了。江百言，那你是说本宫诬陷你了？臣女不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干嘛还问我？好一个不敢！江百言，你藐视本宫就是藐视皇上。本宫知道太后宠你，也知道你父亲曾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但做人就是要讲规矩。你既然不懂规矩，那本宫就好好教教你。来人，江百言带到凤栖宫，今天本宫就亲自教教他什么是规矩。一棍又一棍的打下来，每一下都能让江穗婉疼得全身痉挛。江百言，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否则我会特别想弄死你。你们找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就想弄死我？宋蓉蓉，我父亲只是退隐，并不是死了。你觉得皇后会陪着你做这么胡闹的事情吗？是吗？那如果你不是死在凤栖宫呢？况且你父亲已经不是大将军了，你觉得我还怕他的威胁吗？那你可以试试，你看看皇后会不会打死我。不过你记住了，只要我还活着，你一定会过得很惨很惨，我发誓。江百言，你还是活下来再说吧。现在的你不过是阶下囚，我想怎么羞辱你就怎么羞辱你。你敢！就在他的脚准备放到江穗婉脸上时，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外面奔涌而来，把他打飞出去。宋蓉蓉掉落在地上，感觉自己就像是死了一样，呼吸困难，连起都起不来。掌风扫过，打江穗婉的2个太监瞬间就毙命了。阿言，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放肆！这里是凤栖宫，本宫还没死，你就已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吗？别忘了，本宫是你的母后，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阿言若是有个3长2短，本王一定会杀了他。母后应该知道，本王向来说话算话，他若不想，就最好安分守己。他忍宋蓉蓉已经很久了，就是不想让皇后太为难。不管怎么说，皇后也曾经抚养过他。可若是宋蓉蓉不知好歹，非要触碰他的逆鳞，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放肆！江百言不懂规矩，你也不懂规矩。宁言，你跑到本宫宫里来伤人，可有把本宫放在眼里？你就算不顾及母子之情，本宫好歹还是一国之母，你如此行事，哪还有一国王爷的风度？本王若是不顾及母子之情，就绝对不会让他活下来。母后明知阿言是本王的人，还故意给他安上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借此来惩罚他。母后这是在向本王示威。养育之恩，他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但若是皇后亲手撕碎了这份恩情，那他也不会客气。来的时候，他已经了解清楚了一切。誉王殿下，本宫在宫里惩罚一个人，还用不着向你请教吧？难不成宫里的女人犯的错，本宫作为皇后都不能惩罚了？那么请问母，阿言所犯何事？他不懂规矩，以下犯上。我没有以下犯上。我相信你。你且等等，上号马上就到了，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他必须让人时时刻刻跟在江穗婉身边了。哼，江百言，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撒谎？当时江穗婉究竟有没有看到他，他也不确定。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惩罚了江穗婉再说，反正他也没想真的弄死江穗婉，一点点皮外伤，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打发的。谁知宁眼来得这么快，打断了他的计划。臣女没有撒谎，是娘娘你一直不相信臣女的话，臣女是真的没有看到你。皇上驾到！臣妾参见皇上。起来吧。江穗婉觉得宁言挺奇怪的，她从未见过宁言给皇上行礼。臣女参见皇上。被抱着，江穗婉只能在宁言怀中给皇上行礼。又受伤了？让陛下见笑了。说吧，怎么回事？不过是臣妾管教宫中不懂规矩的人罢了，怎么连皇上你也惊动了？皇后啊，这江百言可不是宫里的人，他不过是入宫替太后治病的
医女罢了。整体上来说，她是太后的人。皇上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件事皇后出手就是错了。就算姜穗婉真的犯了错，那也是太后的事情，轮不到她来管教。就因为皇后自作主张，害得她被太后狠狠骂了一顿。陛下有所不知，这姜百言在果林见到臣妾，不但没有行礼，还转身就走。臣妾不过是说了他2句，他便顶嘴，臣妾一时气不过，这才对他动了手。姜穗婉此刻已经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端庄优雅的皇后竟然也会撒谎，实在是让人惊讶。从头到尾都是皇后和宋蓉蓉一唱一和的给她定罪，怎么从皇后嘴里出来就变成了她不懂规矩？臣女没有。装委屈谁还不会了？姜穗婉眼眶一红，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看得宁琰心疼不已。他想杀宋蓉蓉的心就强烈一下，好在上侯及时赶来，没让宁琰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把人放到房间里医治之后，宁琰走了出来。姜百言是我喜欢的姑娘，以后她会是誉王府的女主人，所以母后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就找个借口惩罚她，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就行。皇上，依臣妾看，这姜百言配不上誉王，她只不过是忠烈侯的义女，又是从乡野之地出来，学识身份都不足以成为誉王府的女主人。那皇后觉得谁与誉王才相配？臣妾觉得国公府嫡女宋蓉蓉与誉王才相配，这2人不管是相貌家世都是绝配，蓉蓉又一直倾心于誉王，他们2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皇上，臣妾知道蓉蓉一直心悦誉王，今日斗胆求皇上为他们2人赐婚，他们之间的那点母子情分到今天就要结束了。皇后爱怎么折腾无所谓，她不会娶宋蓉蓉。可是朕看来最合适誉王的反而是姜百言。不过既然皇后今天开了口，那么这道圣旨朕就下了。老李啊，等会回来你可得提醒一下朕，记得下旨赐婚与誉王。不知陛下为誉王殿下赐婚的对象是哪家姑娘？忠烈侯江鹤野义女姜百言。不是，陛下您。皇后啊，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姜家女儿钟灵绿秀，心灵手巧，做誉王妃再适合不过了。至于宋家嫡女，她若是有喜欢的人，朕倒是也可以为她赐婚，不过誉王不适合她。她已经亏欠这个儿子很多了，所以想尽量满足她的愿望，就当是补偿她了。可是姜百言还有个孩子，也只是姜家义女，这样的身份哪里配得上誉王？这传出去，誉王肯定会沦为天下人的耻笑的。朕觉得誉王不会担心这些，是吗？儿臣谢父皇赐婚，不管阿言是什么身份，儿臣认定了他，就不会改变主意。儿臣要的只是他，别无所求。誉王殿下，你今天不给臣一个合理的解释，臣只怕是要同你同归于尽了。把人从宁琰怀中抢了过来，然后直接一拳打在了宁琰胸口。想着他是自己的岳父，宁琰不闪不避，硬生生的承受了他的一拳。侯爷请息怒，这件事另有隐情，真的不怪王爷。我女儿接二连三的受伤，都是和他有关，怎么就不能怪他了？我别说了，先给阿言治病。宁琰耐心把事情从头到尾的给江鹤野解释了一遍。国公府还真是欺人太甚，我江鹤野还没死呢，就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欺人太甚。侯爷，你先别激动，这件事姑娘说了她要自己动手，所以等姑娘醒了再说吧。对了，有一件事我得提前同侯爷你说一声，父皇已经决定为我和阿言赐婚，圣旨很快就会到了，所以侯爷要提前做好准备。誉王殿下，是臣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这进宫一趟不是去给太后治病的吗？怎么还被皇上赐婚了？这件事阿言知道吗？他是什么想法？他还不知道。不是，你竟然没给他说这件事。哎呀，你真是要害死他了。阿言是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吗？他要是不同意，别说是赐婚，就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是会反抗到底的。先等阿言醒来再说吧，这件事看看他的态度，我们再决定要怎么做。他若是真的不愿意，我可以解决他，是他心甘情愿地嫁给他。侯爷，我其实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那么反对阿言和我在一起？我的女儿就是死在云王府的，所以我不想再让我另外一个女儿步她的后。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相信我女儿在云王府是意外死亡，只是我没有证据，我做不了什么，只能保证最后的这个女儿不受到伤害。丧女之痛，他真的不想经历第二次。侯爷，你尽管放心，若是阿言真的同意嫁给我，那么玉王府永远都只会有她这个女主人。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阿言
言之外，我绝对不会有其他女人。我可以做到和阿言一生一世一双人，我会用尽全力保护她。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让她有生命危险。等阿言醒来再说吧。我去，真想开口来点国粹，我这是招惹谁了？智商才好又被打，过分了！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唉，自从没有了武功以后，我就跟沾染了霉运似的，一天比一天倒霉。姐姐，你醒了！哎，你稳住，可不要扑到我身上啊！我现在可是病人，你扑下来可是会死人的。姐姐，对不起啊，我报信晚了，害得你受了伤。我后夜真是的，宋蓉蓉那个恶毒的女人说什么她就信什么，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这事不怪你，要怪就怪我。明知道宫里的人都是毒蛇猛兽，还敢在宫里溜达。对不起，你别多想，我说的那些不是人，你和他们不一样。虽然我不进宫，但你随时可以出来找我玩，别人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你的。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要不是你及时通知宁言，我可能不只是受这么点伤，说不定还会丢半条命在那里。姐姐，你不怪我就好了，这件事本就是我母后的错，你用不着对我道谢。不过我母后也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她原本是想借着此次机会让父皇给二哥哥和宋蓉蓉赐婚的，谁知父皇反其道行之，把你许配给了二哥。以后啊，我就得叫你二嫂嫂了，我们可就算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你有了誉王未婚妻这个头衔，其他人也就不敢再欺负你了，真好啊。花花，你是说皇上给我和誉王赐婚了？你不知道吗？姐姐，昨天下午圣旨就已经下来了，你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誉王未婚妻了呀。父皇说过了，想找个良辰吉日，就为你和二哥哥举行婚礼。你还好意思出现？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出现了。你别生气，别动，好好养伤。他之前不敢出现，就是怕江穗婉冲动伤到自己，所以他哪怕是特别想看看江穗婉，也只敢在暗中偷偷的看。看到你我就来气，你为什么不阻止皇上赐婚？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种被安排的婚事，为什么还要同意？他总不能告诉江穗婉，他当时还挺高兴的。当时情况特殊，皇后一心要让父皇给我和宋蓉蓉赐婚，不知道父皇是什么意思，就把你赐婚给我。父皇的旨意，我不敢不听从。借口，这一切都是借口。平时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说不定你当时还高兴着呢。算了，我懒得和你多说，这件事我自己会解决的。你不是不出现吗？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了。阿言，你别生气啊，你先养伤，等你伤好了，你若是真的不愿意和我成亲，那么我再想办法解除我们之间的婚约，好不好？真的？真的，大不了我不做这个誉王，人都没有了，我们的婚事自然就不存在了。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了，福生花的事情都传得差不多了吧？放心吧，整个京都都传遍了，大街小巷都知道。虽然不知道江穗婉做这件事的用意是什么，但宁言还是主动帮忙。这么说来，江之月肯定也听到了，真好呀，好戏要开场了呢。你要把浮生花卖给江之月？对啊，江之月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多的是，高价卖一朵给他，我也算是盈利。那他取得浮生花，要你帮他治脸，你也要治。我不仅要帮助他把脸治好，我还要把他不孕不育的症状治好。那行，3天后我来接你，我们一起去看好戏。不过京都有那么多有钱人，你凭什么觉得江之月会拍到浮生花？就凭江良旭。为何？还有钱呀！誉王殿下，不要小看任何人哦，能够号称大周第一富商，江良旭的家底比你我想象的更可怕。他看来是要好好查查这个江良旭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带给他惊喜呢。臣女宋蓉蓉见过誉王。誉王殿下，您今年怎么也来参加雅士赛了？前几年你不是说没兴趣，不想来的吗？江姑娘，虽说现在你是誉王的未婚妻，但他毕竟是个王爷，出门在外也是需要颜面的，怎么可以如此不尊重他，让他干这种粗活呢？这种事情不是应该是你做的吗？我真不知道你这样的人如何能做好誉王妃。宁眼眉头一皱，明显不开心了。可宋蓉蓉那个蠢女人却觉得他是因为他说对了，说中了心中的苦楚，所以才会不高兴的。江姑娘，陛下把你赐婚给王爷，你就是王爷的一件物品，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别真把自己当一回事。宁欢欢不开心了，就想替江穗婉出头，不过被江穗婉阻止了。怎么，宋小姐家住在海边，管得这么宽？江穗婉靠近宁眼，吃了他手中的水果，还特意舔了一下宁眼的手指，真甜。我未婚夫喂的东西就是好吃。我记得宋小姐好像一直对我未婚夫纠缠不休，这是不死心，见不得他对我好，所以酸了。江穗婉没有看见被他舔过手指的宁眼，手在衣袖中紧紧握成拳，心跳加快了许多，下意识的撩人最为致命。虽然知道江穗婉这么做只是为了气宋蓉蓉，但宁眼还是不争气的有了反应。你
不知羞耻！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做出如此放浪的行为，不要脸！我和我未婚夫谈情说爱，影响到谁了？哦，影响到宋小姐了。毕竟宋小姐像个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黏着我未婚夫。怎么，宋小姐是准备在我和誉王成亲后，也一同进入王府，给他做个侍妾之类的？本王此生只有一妻，无需侍妾。宁远这话一出，宋蓉蓉就真的成为了所有人的笑话。殿下，你……宋小姐，以后本王不想再听到任何诋毁我未婚妻的话，否则就不要怪本王不客气。本王想怎么对自己的妻子，那是本王自己的事情，还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这种事再有下次，本王就要去请教一下宋老夫人，她究竟是怎么教育府中的嫡女的。原本还以为可以趁着今天人多，悄无声息地给宋蓉蓉一些惩罚的，现在看来只能放弃了。为了斗赢西域使团，他必须让宋蓉蓉好好活着，毕竟她活着也能出一份力。等事情过了，你想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西域的发展迅速，超出宁远的想象。我就想弄死宋蓉蓉，不过说真的，她怎么说也喜欢了你那么久，我要是真的杀了她，你会不会舍不得？阿言是在为我吃醋？我才没有。直接亲了上去，嘴唇传来柔软的触感，让宁远十分上瘾。在百花园的时候，他就想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一直压制住欲望罢了。江穗婉当众调戏他，他总要收一点利息的。谁说这个男人不懂男女之情的，让江穗婉晕头转向，连自己是谁都快不知道了。他感觉呼吸就快不够用了，全身软绵绵的，连推开宁远的力气都没有。听着宁远强劲有力的心跳，江穗婉不敢动弹，脸红成了苹果。宁远安静地抱着她，呼吸急促，正努力地平缓情绪，许久才开口：我们快点成亲吧。这种感觉让他欲罢不能，他真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这个男人对女人的诱惑力太大了，他是越陷越深，只怕走不出来了。宁远有些恋恋不舍，最后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明日我来接你。一个女孩子家的，做没做相，站没站相，你这以后如何做好誉王妃啊？爹爹，你是不知道，今天参加那个雅士赛累死了，早知道那么累，我就不参加了。你这样就不怕誉王对你的劲儿过了之后会嫌弃你？爹爹，一旦我真的和誉王成亲了，那么我就不允许出现和离或者纳妾这种事情。我的人生观里没有和离，只有丧偶。爹爹放心，你女儿我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你这又在胡说。女儿强势一点也好，至少以后不会被人欺负。女儿才没有胡说呢。爹爹，你虽然不做大将军了，但对于西域这个国家你怎么看？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国家大事，你一个女孩子家的，问那么多干嘛？爹爹，你就告诉我呗。我今天遇上西域的卓玛拉尔王子了，他也带有使团来参加雅士赛，而且他带来的人都非常厉害。爹爹，你在想什么？看来父亲的确是知道了些什么。爹爹，西域隐藏的实力是有什么想法，对不对？如今皇上身体不好，太子又迟迟不立，一旦皇上驾崩，为了争夺皇位，皇室肯定大乱，到时候整个大周都会受到影响。以后不许和宋玉明靠得那么近，他明显是对你图谋不轨。好，听你的，以后和他保持距离。话说你干嘛生气啊？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和谁都有小秘密，都有共同话题，唯独和我在一起时，你没有那么开心。阿言，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一点都不想同我成亲？你怎么突然这么问？我好像没有表现出来任何的不开心吧？你回答我就好。你不知道吗？我想听你亲口说。两个人在一起，若是不能开心，那在一起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吻轻轻落在宁言嘴唇上后，他就收了回来，后退两步，红着脸转身就走。这就是我的答案，以后不要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他若是不喜欢，会允许宁言对他动手动脚，会允许宁言派那么多人跟着他吗？宁言愣在了原地，随后急忙跟上去，紧紧地握着江穗婉的手。有了这个答案，以后就算是天塌下来，他也不会有所顾忌。对了，宁言，朝中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宁言，我们以后是要过一辈子的人，我希望你不要骗我，更不要对我撒谎。我的伴侣一次不忠，终身不用，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接受。边关战士吃紧。战士吃紧？怎么回事？西域王子不是还在京都吗？怪不得父亲有些反常，原来是边疆战事又开始了，他该不会是还准备上战场吧？卓玛拉尔在这里并不影响西域王动手，这个王子在西域王室算不得上是得宠的王子，西域王应该不怎么在意他的生死。
我父亲是不是要重回战场了？还不确定，边疆换了新的将军，但是这些将军没有什么能力，导致我军连连战败，父皇气得并发了几次，所以江将军很有可能重回战场。我明白了，如今的将军是谁的人？宁云川的人。果然，蹦跶的最厉害的就是宁云川。不过也是，胡贵妃娘家背景强大，能找个将军出来也挺正常的，就是这个将军没达到他们的要求而已。阿言，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有胸肌耶！一个翻身把人压在了身下。阿言，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宁言，你还是不是男人了？同时他也知道了情动时的宁琰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将明时，宁琰才心满意足地放过他。他足足睡到了中午，醒来之后，昨晚的记忆涌上了心头，他差点忍不住动手给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江穗婉，你堕落了，怎么可以这么疯狂？你简直是太不要脸了！昨晚可是我先主动。作为一个古代人，您也会不会觉得我一点都不矜持？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端庄？妍妍，起来吃点东西了。江穗婉真的很会撩他，只是一个眼神，差点就让他失控。你那是什么眼神？你是禽兽吗？一开口，江穗婉就差点原地去世。他的声音软绵绵的，听起来就像是在故意勾引宁琰似的。起来吃东西吧。我要回去了，去晚了爹爹该担心了。宁琰从身后紧紧抱住他。妍妍，你怎么能吃干抹净就走呢？我什么见他吃干抹净要走？昨晚上吃亏的明明是他，好不好？昨晚可是你先对我下手，你把我摁在地上，还脱我衣服，我都拒绝了。可是你停，你别说了，我负责还不行吗？那是你说的，你要对我负责，你这辈子生生世世都不能离开我，我们要生死与共。好，都听你的。他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把一辈子许诺出去了？果然美色误人。阿言，你来多久了？来了一会儿了。妍妍，我好想你。我也好想你。江穗婉现在总算是明白什么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妍妍，我们成亲吧，我一刻也不想等了，我想立刻和你成婚，我想告诉全天下，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怎么突然间这么着急？我等不及了，我也不想等你了，我们两情相悦，在一起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想趁早成婚，我想给侯爷一个明确的交代，我要让他知道我爱你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是真的，这一生只会有你这么个女人也是真的。他的话让江穗婉心里美滋滋的，轻轻在宁琰怀中点了点头。他和宁琰之间一切都已经水到渠成，就只是差一场婚礼。既然如此，什么时候举办婚礼都是可以的，他根本不介意。欢欢和亲的事情你知道了吗？知道。你不阻止是因为你没能力阻止，对吗？边疆的情况是不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欢欢身为公主，她有自己要履行的任务，和亲这件事其实很假，根本就和平不了多久，但如今的大招就需要一点缓冲时间。边疆的情况比你想象的复杂，西域联合了其他45个部落一起针对大周，边疆的战事已经是节节败退，我们已经丢失了50-60座城池，再这么下去只怕要不了多久，那些人就会直接打进京都了。那父亲过去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宁琰没有隐瞒江穗婉，郑重地点了点头。江鹤野这一趟可以说是凶多吉少。不过你放心，我的人还留在军营里面，到时候他们肯定会保护好侯爷的。我其实也想上战场，可父皇身体越来越弱，我这个时候去战场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阻碍，毕竟谁也不想看到我再次手握重兵。一旦这件事发生，不等边疆平定战乱，只怕京都就已经乱了，到时候大周就会被西域轻而易举的拿下。我明白你的苦心，相信欢欢他也明白，他肯定不会怪你的。我知道，妍妍，你放心，不管多艰难，我都会保护好你的。人总有不可失去的事情，你就是我不可失去的人。为了保护好你，我会努力让自己越来越强大的。要是娘亲在就好了，娘亲也不知道去哪儿了，都1个月没回来了，我真的好想她。妹妹别哭，娘亲和父王肯定是有事耽搁了，所以才迟迟不回来。你别不开心了，有哥哥在，哥哥会保护你的，像娘亲保护你那样保护你。可是我不想要任何人，我就想要娘亲。小哥哥，你说娘亲是不是和父王有小妹妹或者小弟弟了，所以才不要我们了？小哥哥，我不想
要失去娘亲，我要娘亲回来，我以后一定会很乖乖的。宁许年纪不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反而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想到父王和娘亲有了孩子后就不要他和小凤儿了，宁许也很难过，他忍下了眼泪。小凤儿乖，娘亲不会不要我们的，娘亲最疼我们了。我会照顾好哥哥的，娘亲我就交给你照顾了，她是我最疼爱的娘亲，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保护她，知道吗？好，父王一定会好好保护好娘亲，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的。你们父女俩可真有意思，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能照顾不好自己吗？你们俩就别为我瞎操心了。娘亲，小凤儿是真的不想离开你，办完事情之后一定要赶回来接我们。好，阿雪，娘亲把妹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她，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明白吗？娘亲放心，阿雪明白的，你们要早点来接我们，我们会想你们的。放心吧，肯定会很快的，记得要听林妈和老管家的话，不然我就让红烧回去看着你们。谷主，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你自己多保重。小姐和小世子在这里，有我在，你们尽管放心。林妈辛苦你了。若非万不得已，她怎么舍得骨肉分离？不用难过了，等我们处理好了这边的事情之后，就能把他们接回来了。妍妍，我想要那个位置了。你确定了？确定了，为了骨肉不分离，为了一家人能够永远在一起，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想过了，就算是我不争，那些人最后也不会放过我。既然如此，那我就为自己争取一番，至少那样一来，我可以保护你们。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你，我都永远陪在你身边。既然已经决定好了，那么有些事情就需要开始谋划了。我也这么觉得。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宁云川的事情，他的事情就可以等到我们离京之后再做打算。我们还是先看看宁云海的实力究竟如何吧。好，对了，这2天准备一下，我们就回去吧。我不太放心京都那边的情况，不过在离开之前，我想在这里成个亲。虽然我们回到京都之后也可以成亲，但那个时候我父亲、弟弟都不在，所以我想在这里举办一个小型的婚礼，就我们自己家里人。亲朋好友，让父亲他们看到我出嫁的画面，你不愿意吗？不是我。他慌乱地站起来，急忙走出去。你等我，我出去有点事。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江穗婉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宁远这是不愿意和我成亲吗？那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在宁远眼里究竟算得上是什么？既然不能成亲，那就准备离开这里。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啊？接下来的2天，你可哪里都不能去，只能乖乖待在房里。为什么？这是要软禁我？哎呀，总之乖乖的待在房间里就好了，不要想太多，就2天，很快的。接下来你站好了，我给你量一下尺寸。不是，这是做……抬一下胳膊。好了，姑娘，好好的待在房间里。记住啊，不能出去，哪里都不能去。不是，突然间弄得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娘亲就知道你不乖，哥哥，我说对了吧？娘亲肯定不会乖乖的待在房间里，她肯定会偷偷溜出去。妹妹说的真对，是娘亲不乖。娘亲，我们还是进屋吧。不是，你们这是做什么？干嘛不让我出去？今天这是怎么了？先是青烟怪怪的，现在2个孩子又怪怪的，这抽什么风啊？娘亲，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在房间里待2天就好了，我们会在这里陪你的，你不会觉得无聊的。这些人一起神神秘秘，就瞒着他一个人，好不容易等2个孩子睡着了，准备偷溜出去。王妃，就知道你会偷偷溜出来的。这大晚上的不睡觉，在这里守着他做什么？他又不是犯人。让我出去。王妃，你就别为难我们，将军有令，这2天不让你出门，就好好待着吧，过2天就能出来了。忍一忍啊。我怎么连我父亲也参与了这件事？难不成还担心我会强行和宁远成亲不成？你们再不放我出去，我就给你们下毒了，到时候放倒你们，我依然能出去。林妈，你看看他们都不让我出去，你让我出去好不好？你父亲说了，这2天就是2天，不行。还有啊，你要是下药迷倒他们出去，父亲就砍了他们的头。你父亲你应该比我了解吧，不会说谎。不是，我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了？你们一个个的都在针对我是不是啊？乖，好待着，没有人针对你，只是有些事情暂时不能让你知道罢了。总之是好事，不会是坏事。听话啊，你也不想你这2个小侍卫因为你丢了性命吧？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这辈子都不会答应把青烟嫁给你。这2人眉来眼去那么久了，真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吗？白猫要是敢不听话，我就乱点鸳鸯谱，把青烟嫁给白星好了。白猫立刻红了脸，只不过这次他们都挺执着的，不管江穗婉怎么说，不放就是不放。无奈之下，江穗婉只能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间
间睡觉。2天就2天，等时间过了，我倒要看看这一群人神神秘秘的想做什么。怎么，现在可以放我出去了？还不可以嘛，还需要准备一下，我给你梳妆打扮一下。不是，我今天是要去哪里吗？为什么把我的头发都盘了起来？哎呦，姑娘，你什么时候变得话这么多了呢？我给你怎么弄，你就看着呗。姑娘今天可真漂亮。那是，也不看看你家姑娘是谁，江湖第一美人。好吧，我觉得我就不应该说出那句话的。好了，接下来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你不能看，所以我给你准备了好东西，蒙在了江穗婉的眼睛上。不是，你究竟想做什么啊？总之你不要管了，听我的准没错，好好坐着。秦言，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宁琰准备了什么惊喜？这2天不让我出去，该不会是宁琰在为我准备婚礼，所以想给我一个惊喜吧？哎呀，姑娘，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呢？走吧，我带着你，等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再给你取下黑布。哥哥，娘亲今天真的好漂亮，父王居然还偷偷的瞒着她，不让她知道一切，你说她会不会生气？不会的，娘亲等下只会感动，毕竟父王这也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说的也是，那我们赶紧跟上去吧。妍妍，对不起，时间有限，我只来得及准备这些。不过你放心，等我们回到京都之后，我一定给你补办一场盛大的婚宴。足够了，真的，我就喜欢这样的，我不需要太华丽，我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够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新人入堂，吉时已到，开始拜堂。1拜天地，2拜高堂。好，赶紧起来吧。夫妻对拜，给高堂敬茶。爹，喝茶。江鹤野接过江穗婉的茶，喝下了肚。小妍，这是爹给你的一点心意，你好好收着，以后成了别人家的媳妇儿，就不可以再胡作非为了，明白吗？岳父大人放心，妍妍在家是什么样，在我那里就是什么样，她不需要改变什么，只要她开心，她只需要做自己就可以。阿言，若我说我一直有一件事隐瞒着你，你会生气吗？你撒谎。没有，我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没有骗过你。那你直接说吧，我不会怪你。这个秘密你迟迟不说，证明的非常重要。你若是现在还不愿意说，也可以不说的，只要你不骗我，我不怪你。其实江百言这个身份是假的，从一开始就是假的，所以没法向你解释。但我保证，人是真的，爱你也是真的。什么叫做身份是假的？若是身份是假的，那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之间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假的？我其实是宁云川的王妃江穗婉。为什么突然之间和我说这些？是不是准备抛弃我，回到宁云川身边？阿言，我把这些告诉你，不是为了离开你，而是为了让你知道我的过去，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现在才和你说这些，会让你觉得受到了欺骗，只是这个秘密我真的不敢说出来，它关系太大了，我怕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怕传出去会引来杀身之祸。我不喜欢宁云川，一点都不喜欢。我爱的人永远都只有你，所以阿言，我只是把秘密说给你听，不是我准备要做什么了。只要你不离开，什么秘密我都接受。怪不得之前在朝阳城的时候，岳父叫你穗穗，那个时候我以为是你的小名，没想到是你的真名。真的对不起阿言，这件事我应该早点说的，可是我怕让你心里不痛快，毕竟我曾经是宁云川那个人渣的王妃，这是没办法否认的事情。你也说了那是个人渣，过去的就忘了吧。我在乎的是你，你的过去我并不介意。既然你是江穗婉，那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百草谷，又成了百草谷谷主？他记得当初去云王府救江穗婉的时候，亲眼见到了一大一小的尸体。那个时候，他以为那就是江穗婉母子的尸体，却不成想江穗婉早已离开。说起当初的事情，也只能说我命不该绝。你也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灵魂，在真正的江穗婉死亡之后，我就进入了她的身体里面，代替她活了下去。你知道吗？我过来的时候，她被人活生生破开了肚子，把她的孩子从肚子里抱了出来。她原本是怀有一对龙凤胎的，可是男孩子剖出来之后就被江之月带走了，被灌注了各种各样的毒药。至于女孩子体质弱，没有经受住折磨，晕了过去。江之月以为她死了，就没有理会。我过来之后，看着江穗婉惨不忍睹的模样，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自己把肚子缝了起来。没有人知道我那个时候有多久，我对这个世界很陌生，很害怕。我想着可能我也会像原主那样死去，可我不甘心呢。好不容易重活一次，再苦再累，我也是想活下去的。就这样，我带着还有七夕的女儿逃离了云王府，一把火把院子烧了。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敢留在京都，我不敢回侯府。那个时候是二老夫人当家，我若是回去了，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再死一次。后来我混成难民，
离开了京都。可能是我的模样真的太凄惨，气若游丝，所以根本没受到什么阻拦，成功离开了。我没钱，身体又弱，小凤儿更是出气多进气少，后来我们娘俩就走不动了，倒在了路上。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哪怕重活一世我也活不下去了。再次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是师父救了我们母女，把我们带回了百草谷，让我们得以活了下来。哭什么？那些都过去了，以后你不会让我经历那样的痛苦了，对不对？我都放下了，你怕什么？总的来说，我活下来了，还遇上你了，不是吗？阿言，如果遇上你，要用那些痛苦的事情作为代价，我甘之如饴。妍妍，有一件事我也要向你坦白一下，原不原谅取决于江穗婉。你竟然也有秘密隐瞒我？你不是说了已经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吗？这个秘密原本不是秘密，但你是江穗婉之后就变成了秘密。说吧，是什么？其实宁许真的是你的儿子啊？怎么可能？是真的，这种事情我不至于和你开玩笑。这件事有些曲折，你听我给你解释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在你和宁云川成亲那天，和你同房的人是我。有五雷轰顶的感觉在江穗婉脑海中响起。当时我被宋蓉蓉下药，你也知道的，我体质有些特殊，所以宋蓉蓉给的药很奇怪，不仅能让我失去理智，还能武功尽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跑到了那里，看到你在那里，衣服被扒开，就没控制住自己。当时的他根本就不在意睡的人是谁，所以事过他就离开了，连对方的脸都没记住，只记得那女子在动情时胸前有一株盛开的并蒂莲。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你，我也不认识你，过后我就离开了。后来我的人打听到是你，但知道你是宁云川的王妃，我就没有理会。直到后来你快要生产之际，我才知道你和宁云川从未同房，腹中的孩子是我的，于是我就带着人准备去把你接过来。那时候我就想，就算你是宁云川的王妃，我也能抢过来。你既然怀了我的孩子，那就只能是我宁衍的妻子。可是我还是去晚了一步，我去的时候，你住的院子已经被火烧毁了大半，灰烬之中有产妇和胎儿的尸体，我以为那就是你，所以我就让人把他们安葬了。后来我听到江之月的房间里有婴儿啼哭的声音，就过去看，然后就看到他在折磨宁许。我知道那肯定是你留下来的孩子，就把孩子救了回来。他的脸也是我毁的，不能生育也是我造成，当时我是想给你报仇。宁言紧张地看着江穗婉，不知道他会不会原谅自己。妍妍，你是不是生气了？妍妍，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没有早点去找你。如果我早点去找你的话，你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磨难，也不会过得那么痛苦。我不怪你。他刚刚的沉默不过是替真正的江穗婉觉得可惜，他若是再多撑一会儿，说不定就能等到宁衍去救他了。人生就是这么的戏剧性，谁也没有想到当初和江穗婉一夜颠鸾倒凤的人会是冷漠残暴的誉王宁衍。这件事江穗婉想不到，宁衍想不到，宁云川就更加想不到了。当初是我没有及时去找你，所以才没能救下你。阿言，说是原来的江穗婉，他可能真的会怨你恨你，觉得是你毁了他的人生。但我不是原来的他，我觉得这件事你没有什么错，因为你当初也不知道他会是宁云川的王妃，也没有想到他会因为你的事情而死。总之过去的事情就像是一个死结，已经没办法解开了，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好好生活在一起就好了。他不是原来的江穗婉，所以他无法感同身受的去恨宁言。说到底这件事宁言也没有什么错。妍妍，谢谢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从黑白变成了有色彩。参见父皇。参见父皇。你去过西域王宫？画像上的人是江穗婉，是他去西域时被人看到了画下来的。是，儿臣去过西域，但是为了见公主殿下。儿臣与公主感情颇深，所以去看看她过得好不好。一派胡言，你明明就是西域派过来的奸细，你回西域是为了传递消息回去，现在还敢蒙骗父皇。父皇，儿臣能证明誉王妃是西域的奸细，这是誉王妃同西域人之间往来的书信，还有什么好说的？父皇，儿臣真的没有做过，儿臣是冤枉的。父皇，你要相信儿臣。父皇，妍妍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还请父皇明察。误会？证据留在这里，你告诉朕哪里有误会了？来人，把江百言打入大牢，听候处置。誉王先禁足在誉王府。见状，宁云海和宁云川两人皆是松了一口气，他们也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得这么顺利。父皇，儿臣你们都下去吧，朕想静一静。是。陛下，你明知道誉王妃是冤枉的，为何还要这么做？不这么做，怎么逼迫阿衍快点动手？老李，你听到了没有？阿衍刚刚叫了我父皇，他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叫我了，我身体坚持不住了，只能逼一把他了。
陛下，云王来了。父皇，你年纪大了，该退位了。宁云川造反了。云川，你不该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可知今日过后，朕就是想放过你也做不到了。父皇，我不想杀你，你自己让位吧。只要你把皇位让给我，我可尊你为太上皇，保证你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云川，朕最后劝你一次，不要执迷不悟了。你现在放下一切，退回去，朕可以既往不咎。但若是你执意如此，那朕也会不客气了。父皇，我耐心有限，你赶紧写诏书吧。你若是不写，我杀了你自己写也是一样。到时候随便让誉王、晋王承担这个罪名，我依旧可以做个好皇帝。您放心，我一定会爱民如子，守护好我大周的江山的。宁云川，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不要怪朕不客气了。誉王，宁云川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可是还没等他逃走，宁云川，你的军队已经全部伏诛，放了父皇，你已经没有后路了。我们夫妻一场，你对我还真是狠心呢。这话原封不动还给云王殿下。要说狠心，他哪里是宁云川的对手？想当初他可是差点就死了，被开膛破肚的人是他，宁云川有什么资格叫委屈？现在我和父皇在一起，你们想要动手尽可杀了我，但只要我死，父皇也就死了。宁烨，父皇从小就那么疼你，你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死，对吗？你们知道的，我只是想要活着，所以只要你们放我出宫，我就放了父皇。真到了这一刻，他才发现他不想死。绿柳说了，你给的休书他不认，他要的只是你好好活着。你若是死，他便随你而去；你若是活着，不管你在哪里，他都会陪在你身边。随后手中的长剑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江穗婉知道他的软肋，用绿柳来威胁他，他就只有乖乖妥协的份儿。宁云川湿了眼眶，重重地跪在了皇上面前。其实这次逼宫他就知道下场只会是失败，他完全是在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想要报复胡贵妃，作为他的亲生母亲犯下了这样十恶不赦的大罪，胡贵妃自然也会受到极大的牵连。胡贵妃让他童年过得那么悲惨，他让他的晚年过得悲惨，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云王宁云川大逆不道，贬为庶人，流放皇陵，押下去吧。誉王妃，以前我们俩之间有些误会，如今你已经是真正的誉王妃了，那么我们之间的那点小矛盾，我希望可以化解。你也知道，我是因为喜欢誉王，所以才会针对你。如今我选择了退出，祝你们幸福。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抬起手中的茶杯，江穗婉轻轻一闻就知道里面加了东西。在宋蓉蓉期待的目光中，她不动声色地把茶水喝了下去，随后便晕了过去。蓉蓉，你做什么呢？姑母，你放心，我不会杀了她的，最后就是让人玷污她而已。一个不贞洁的女人就没有资格成为誉王妃了。蓉蓉，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利用？姑母说的什么话？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况且我又怎么会利用你呢？姑母，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你照顾好自己。端来2盆冷水，狠狠浇在靖王和宋蓉蓉身上，两人瞬间清醒。靖王殿下，你们就这么饥渴难耐吗？玉儿，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是他勾引本王的，本王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感觉迷迷糊糊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这个宋蓉蓉真是狼子野心，得不到宁烨就把目标放在我的身上，真是该死。宋蓉蓉，你也对得起我，我对你多好，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既然你们2人如此情深意切，那么从今以后，我成全你，祝福你们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玉儿，你听我说，宋蓉蓉，你这个贱人，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都这样了，你还动手？你毁了我的清白，你让我以后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半天的时间，关于宋蓉蓉的事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她从人人羡慕的嫡女，变成了人人唾弃的浪荡女子。秦月的父亲入宫退亲，宋蓉蓉被宋老夫人赶出了国公府。皇上为了顾及宋老夫人的面子，并没有为难国公府的人，但是却把宋蓉蓉送到了晋王府，做了晋王的高高在上的国公府嫡女，如今沦为了晋王的侍妾，这件事还真的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宋蓉蓉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宋蓉蓉一直对宁琰心存幻想，昨天还想陷害江穗婉，却没想到她自食恶果，想必这个结果她是非常惊喜的。管他做什么，和我们又没有关系。证据收集的差不多了，我准备进宫送给父皇。
皇。晋王与西域勾结的事，他们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所以是时候还击了。先等等。那行，再缓几天，证据都已经拿到了，也不差这2天了。对了，你要不要去百草谷看看？江良旭也不知道抽什么风，把所有的势力都用去攻打百草谷。不用，林妈和我联系过了，那边没有任何问题，只要谷中弟子不出去，那么就不会出现伤亡情况的。那些人最多也就能在山谷叫嚣一下，进不去的。百草谷那边不着急，但是醉春楼却是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江湖上的那些人没有威胁到他们利益之前都做闭上关，但很快他们就会动手。你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当然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大度的人，经历过生死，自然是要把威胁生命的人都除掉了。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想想宋蓉蓉接下来的处境，我就觉得开心。以宁云海的为人，肯定会觉得是宋蓉蓉毁了他的一切，到时候他肯定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报复在宋蓉蓉身上的。昔日权势滔天的国公府，在宋蓉蓉出事之后，竟然快速的凋零下去，这样的结局就是姜穗婉也唏嘘不已。这趟进宫怎么样了？所有的一切都调查清楚了。父皇非常生气，剥夺了宁云海的封号，变为庶民，终身囚禁在晋王府，永远不得出来。父皇的衰老了很多，他说今年希望我们能够带着孩子一起进宫，陪他过个年。好，到时候就陪父皇吃顿年夜饭吧，你也常去看看他。父皇接二连三经历这么多打击，身体扛不了多久，没事就带孩子们去看看他，让他能够开心一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个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过个团圆年了。新皇登基，事务繁忙，可是就算是这样，帝后也形影不离。朝中的大臣一开始还有点意见，可自从有意见的人被忠烈侯揍了一顿，大家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对姜穗婉他们而言，最好的消息就是找到了主药，彻底治好了小凤儿和宁许的病，让他们可以健健康康的成长。总算是忙完了前期的事务，宁琰一直没有忘记承诺，同姜穗婉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昭告全天下，姜穗婉是他的妻，唯一的妻。